就看了一下局内的一个追击，以及说最近看到很多的队伍都开始很积极的去进行一个打团嘛，因为你发现你真的硬溜很难。但这个位置藏不了啊，你只能藏在这个角。感觉还是两者都会有一点吧。这个点的话，首先箱子比较近，其次你。好的，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也是直接奔中场，先把魔术师赶走。梦露的话也是有拉走了，看一下信源这边的一个动向，是直接开始翻甲门的一个箱子，对，翻出来一块怀表。那这第一个就是许愿成功了，看后边的道具会选择什么。这里的位置还是想要找魔术师，他好像猜到了魔术师是携带了一个化险为夷。对，那这里看到脚印了，确定是在2楼上的一个方向。对，这里一个慢翻，慢翻的话是不爆点的，但年年这边似乎也是听到了声音，直接跟着过来。也窥视者。哎呦，是一个黑龙。黑龙。对，那这一刀拿的还是非常快的。没错。点位还不太好转走，你要往空地一转的话，直接放一个龙又跟上了。对，主要是这边的话一直是在一个插野范围之内嘛。对，所以说你的交互上会难受一点。哎，不过他已经是溜出去，但是过来的话，捏捏还是熟练度很高的。是的，捏捏直接预判到了你这边的一个走向，我就直接一个进钻。对，所以说是2个笼子就击倒了魔术，而且他是第2个化险为携带者，所以说外面的话只能给他套一波20秒。是的。但手上还有2个魔术棒可以救，他也有下来牵制的空间。主要是挂在中场也确实会干扰到密码机比较多。但有一说一，就最好不要把这个魔术棒用了，要不然的话用在一个2次牵制的时候。因为本身他依旧下来有被动嘛。对。再救下来，然后往墓地带吧，先让大副保一个无伤。哦，还是打了大副一刀。对的。那这边的话也是注意到魔术师下来的一个动向了。还是一样的，要不然这个魔术棒的话，你就尽可能不用，除非他有自信，就是说是我把这个围龙给他躲掉。那我往这边倒的话，看一下是古董商应该会来，因为这个点位还是蛮经典的，就是我往这儿一倒，你离椅子都很远嘛。是的。对，中间少不了要防一下古董商的一个 OB。那可惜一点就是没能再往里边再倒一点点。但是这2棍的话都没有起到一个打下来的效果。对，哎呦，打了3棍。主要是捏捏他在天赋上应该是带了巨前的，所以说他很自信的说，我可以处理掉你这边的一个 OB。牵着气球追着打呀。对，那这样这一波对球上来讲就很亏了，因为你损失了道具，而且这边还稍微掉了一点点状态。是的，一时之间不知道谁是古董商了，就感觉好像刚刚捏捏进攻性更强一点。对，那现在就让古董商来进行救援。救援之后，哎呦，这个位置一个机关消是直接打了一个围龙外，但这样就有点对，就有点被逼救了嘛。没错，是把自己的一个机关消基本上都要交光了。这一刀无论打谁其实都行。对，先把古董商击倒。那看一下魔术师的话，也还在视野范围之内，手里的愿力也还够的。那其实是有点亏的，主要是古董商你过来进行救援，把自己的机关消全部给打完了，但打出来的收益，你要说大吧，也没有那么想象多。主要还是感觉，除非你刚刚在他2挂之前有一些 OB， 只要是他救下来之后的话，只能稍微拖一点时间。是的，先挂古董商，因为知道你要是现在不挂的话，等一会儿古董商起来了，他可能就还会放掉自己一些愿力值。而且这样的话，你可以消耗掉外面有一个人是不能破译的，他得过来赶紧把古董商救下来。再不过来救他就要过半，到时候捏捏这个节奏就越来越好了。对，看到神坠是已经贴过来了，是想打一下气球刀，但是你要不给机会的话，我就先挂。那这样的话下来好像还是有一些手艺的一个说法，对，因为你刚刚扯下来，我手里是有愿力的，哎，这一刀直接击倒，2倒了。这个车就是来的有点不太是时候，还需要再等个10秒。那就看能不能逼一下。哦，这边摇表还打到了，那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进行2救。是，而且外面密码机还差一整台，差的是很多的。古董商现在已经是2挂了。那只能说这个电车来的，反而还让这个监控者拿到更多的节奏了。没来的话，可能我先优先挂人是吧？一看来车了，那我试一下你这信源。是的，毕竟你这个信源，他手上道具还是满的，他一个怀表，你确实监控者不太好去找他。对，但是刚刚不仅破了这个道具嘛，还把状态给打下来了。没错，现在信源也不敢，就是说是在进行救援了，只能进。但这个箱子也不太好摸，其实。对，在脸上来了。而且另外一边，主要李宝他刚刚的位置非常远，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过来去救这个人的。是的。那这样又有一个气球刀的一个说法。古董商这边还是一个即将淘汰，再被击倒的话就是一个上挂淘汰了。对，我先举着气球，让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贴近，那这样信源起来的也会慢一点。救了下来，先打针对，能打到吗？
一刀，掉了一个飞轮，但没关系啊，可以再补一个围龙。但是这边使用了一个后跃，直接闪了，是因为现在要抓节奏嘛。因为明知道外面的密码机不够的情况下，现在脸上有2个人，把弓导伤挂飞以后，星儿如果起来的话，那2个人还是在脸上。没错，可惜摸起来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收益，你跑不了，因为你这边神盾你手上是没有道具，你现在仅能用的就是一个飞轮。对。这局面现在捏捏是走向一个4抓的，对，主要差的密码机太多了，是的你很难撑到外面大副修一整台啊。这里再一击倒，牵着他直接可以去找这个大副。其实最好还是不要挂，因为大副那边的一个道具是蛮强势的，在牵制上来讲。是的，而且他状态也很好。然后地窖现在两边都盘出来了。那现在就先往他刚刚大副过来的一个方向去看一看，是，已经是没有耳鸣的一个情况了。现在幸运儿就不起，等到最后自己一个淘汰的时候再去起，这样在被击倒的时候，他就会直接一个流血淘汰了。所以说留给捏捏的时间其实也蛮紧迫的。是，怡宝这边就藏起来，不过藏归藏，不知道那边还有没有箱子。要是能有箱子的话，其实自己可以再摸几个。但其实他往那边藏的话是没有密码机的。对，如果时间久了，他一定会爆乌鸦。要不离得再远一点。然后在甲门那边方向的话是有个娃娃的，你有个遥控娃娃在那里帮助你卡尔明，其实会更香一点。其实，在捏捏这边的一个角度，他也是有点着急，因为他现在不敢，其实他可以大胆的出去。你这边密码机是差了一台心啊。其实他一直围绕密码机排也可以的，因为你不碰密码机，你就会爆点嘛。对。所以说看捏捏的一个思路一直是冲着正好密码机也是一条线，一条直线。是的。对，他就一直围绕这边。哦，现在已经爆点了。对，直接出去抓。对。然后是问题，你这个时间上，幸运儿这个淘汰时间有点长了，一会儿起来我就直接破一密码机，你这个大副你挂还是不挂？感觉大副是可以挂一下的，因为毕竟幸运儿他半状态，牵制上来讲没有大副这么好牵制。哎。这边幸运儿直接去摸箱子了，打算再给自己摸一个有用的道具。他其实最好也要摸个针之类的。那这边击倒之后，幸运儿那边刚刚摸上，这个怀表是不打算用，打算留在后期。这边摸了一个针啊，但是其实捏捏已经走到2楼下了。能猜到，你幸运儿起来，你不可能去碰密码机，你只有可能是什么呢？摸箱子，保住自己的状态。对，最近的箱子点就在墓地里。是。这边就在盘耳鸣，终于盘到了。要知道你是在墓地里深处，但是这个针的情况是已经要扎好了，对，还能拖到一会儿大副起来，还能去走这个地窖的可能。这一会儿的话，可能击倒以后看一下，考虑要不要去把它给挂上。哦，这边还摸到了一个状态，因为它是倒在了机械傀儡的一个位置，是，所以说还是能把大副给摸满，加手里有个怀表。所以刚刚其实真是应该挂的，对，挂了可能会真的更好。因为你把幸运儿逼在里面，你也知道地窖的一个位置嘛，我感觉他是很难走过去的。而你大副这边挂的时间太长，然后幸运儿这边的话，我就直接强行修密码机了，逼你过来打我。你只要击倒他之后，他这边就一个大概接近淘汰了，大副可以依靠自己的怀表直接走这个地窖。所以说现在逼的捏捏是不能管脸上的幸运儿去找一找大副，但是这个娃娃的耳鸣他还是得先处理一下。是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有可能拖到密码机压好的。有机会。因为本身你手里现在愿力不是特别多，如果你真的要追满状态有表大副的话，50的密码机是肯定能拖出来。是。这样耗下去对监管者肯定是没有什么好处。现在有想着再回去管一下密码机。对，你再不管的话，等一下这个密码机我就直接给你强行修开了。那你现在能击倒吗？击倒还是可以的，但主要是幸运儿他也不会撒手了。他是故意的呀。对，就是你打就打嘛。对，所以说现在最好挂一下他。往红蝶河那边挂一挂。因为他大概知道大副刚刚是从甲门方向往独洞拉的。对，那大副这边刚刚也是碰了一下密码机，目前乌鸦其实暂时不会出来。还是给放下来了。对，在守密码机，一直在爬耳鸣，发现这周围一直没有耳鸣，他也不敢出去，他怕大副已经不在独洞了，甚至跑到一个2、3个楼了，只能挂。现在其实挂上会比他倒地流血拖的时间久一点。对，甚至需要这60秒嘛，这个60秒时间大副必须要撑到。但是看下来的话，李宝一直卡在甲门的位置，捏捏这边很明显不清楚他的一个具体动向的。
他觉得他可能已经在往地窖这边去贴了，那李大富可以把人给救下来了。是的，再救下来就行了。那你现在的话只能针对大富。但这里打的是个心源儿，你一打心源儿，心源儿就淘汰。手里有一块怀表的大富，我就直接冲这个地窖了。对，你想要在一个围龙的情况下把他拦下来，实在是不太可能啊。主要你手里愿力是不够的。没错，这样的话一定能够走掉一个。是的，这样也是跑掉一个求生者，这样也就算赚了。是的。还是在最后的一个关头，是像木偶飞行跟大副可能都会带啊，因为弓箭手可能要操作的多一点点嘛。但是你就算知道的话，也不太敢开局去追他。他们甚至都是带一个单化险为宜的，这样的话我能进行稳定牵制1分钟。那选在了甲门上方，其实可能还是会离飞行家贴脸比较快的。是的。那飞行家怎么跑啊？好像。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找顾客，还是说是直接去找空调？想要直接去找空调，毕竟这是一个单化险为宜的飞行家。但空调的话也很大胆，我前期还摸了一会儿密码机，反正觉得，哎，对他没有想法，想要直接找弓箭手，因为自己携带的是个太兴奋了，想用技能让你的一个臂弩跟龙骨弓失效。是的，但你要找他，外边可就是3个化险为宜啊。对，而且陶完这边，我觉得。直接冲着他来，他应该心里大概有点预设吧。是的，正常来讲很难有播教员说我直接冲着弓箭手就来了。你从监管者这边角度去想，你肯定知道这边一个飞行家是携带的一个化险为宜。对，你不抓他，你反而是去抓一个能牵制的弓箭手，那你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个意思了。这边是制造一个黑龙，没办法躲。因为的话虽然射了一个臂弩，但是因为距离实在太近了，就在脸上。对，哎，这边钻过来还好，这边飞轮补上。亮了一手兴奋，是。那这样的话是2个笼子就解决掉了，主要还是第一刀吧。第一刀的话，那个时候没有用兴奋就直接拿到了第一刀，对的，对，导致你后面再怎么使用道具的话，对于监管来讲威慑没有那么大了。是，大副直接贴到脸上来，硬拖时间。这种拖时间是真的没啥办法，因为反正我都在你脸上摇表了，你不可能在他脸上直接放这个围龙，你也不太能猜得到。对你可能也要稍微等一等时间，等他快要过半的时候再放围龙，然后试一下能不能打出来。这种情况的话，大副仿佛就是丢手绢一样，在监管者旁边晃来晃去。对，那这样的话也是卡了一个比较死的半的一个进度。对，飞行家也很大胆的直接在脸上经过，我就直接要修你脸上的密码机，到时候他来进行一波2次救援。现在对于陶完来讲，他佩佩的技能没有好，不过他是选择我先倒到角落里。哦，郭克也过来了，郭克想要直接卡这个2次救援，让飞行家这边的话能省一下状态，因为到时候你飞行家救完之后，你这个2次牵制不一定很稳定，你不如让木偶师来。木偶师如果是常规的，我变了1、2次身的话，其实他半状态还能再进行一个2次牵制。对，能硬拆围龙吗？那这样卡的也是比较早，所以说我觉得在佩佩视角里还真不好找这个人。哎，这一次藏住了，而且你通缉也是给到了大副。对。所以说这个可能也会卡的一个比较死的一个压满去救一波，就看救下来之后能不能帮忙扛一下。如果能扛，那这个弓箭手下来其实还有个操作的说法，想扛不扛了。那我看2个人是直接分开走了。对，那这里补上一下撕裂值，也是防止你去管一下我的一个队友。是。那这个救援状态，我觉得对于求生来讲还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因为接下来淘汰掉弓箭手之后，其他人都是有牵制的机会，状态都比较好。那边角落一倒，这样的话大副可以跟木偶师进行一个互补状态，互补之后大副这里就可以接着正常吃2刀了。对，啊，2个围龙刀。然后也是第一个人挂飞之后插一整台，不过这一把不太一样的是，大家的一个状态跟位置都是比较好的。是。那看一下空调这边是想修一下独栋，但是正好在佩佩往这边排的一个方向里。这边得小心一点了，因为他自己是带了一个单化险为宜。哎，但这个笼子没有罩住。对。补上了第2个。没办法，这个他一下板就把他给挤回来了。这边制造的是一个黑龙，所以说你这个板子就算下了，你这个盖板判定它也会在另外一方，有点空间挤压的一个效果了。对。哦，那这边的话交了喷气背包，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笼子给废掉。好，废掉了。这个还是跟着钻过来了，一波悬停，再能钻过去吗？但是它的落点是没有回来的。可惜围龙没能拆掉，要能拆掉的话，其实还能再吃个围龙。哦，那这一波牵制让外面再起的一台密码机挂上以后，是有1半多的一个进度了。是。
看他们这一次的一个救援，每次都贴的特别早。你看回忆也是开始，哎，摇下来了，挂的实在太远了。那这样的话就弥补了刚刚的一个点了。是的，对我还是可以继续牵制。把玄庭这个收益直接彻底的打出来了，相当于。现在还要再差了一点点，但是这里好像撑不太住了。没办法。但是你这样的话，密码机是一定能压好的。能压好，但是你哦，想传压好了的呀。这里可以吃一刀开。对。莫氏本来也是满状态，那也打一刀无所谓啊，密码机。等一下队友贴门。好，那边的话，回音已经是开始贴学校门了，而且过客是的，就往相反方向。那这个笼子又没有罩住，发了2个围笼，但是过客对本身就可以吃挽留状态的一个攻击。然后他现在还有个尸具呢，一旦要再用个尸具再挡一次，你可就不太舒服了。一波钻，对那边的2个人他是有点拦不住了，是尸具没能用得出来，不过没关系，另外一般门已经要点开了，到时候就完成一个平局。是的。这个传送我本来想着他应该还能再省一省的，先把这个人挂了，看能不能快速解决掉这个飞行家再传送。其实还是因为摇下来那一波，我觉得如果说没有摇下来牵制，因为窗区是比较多的，那歌剧的话我可能会带风窗，也有可能我会有个回速在，没错，这样都会比较限制杂技他的一个牵制。这些一个牵制位。感觉犹豫了3次啊，一开始在小门，后来在木屋里，然后最后还是选在了大门的方向。但是你会发现求生这个选点，你除非选到沙包里，不然的话你就……好的，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去往大房，打算直接抓杂技，找一下过客。是，他也是认为你大房这个人，他应该就是携带了一个化险为夷的。我这边阴了一下。是的，反正有一个套路。主要是你身上一个惊吓标记都没有上到。没错。这样的话，对于过客前期的一个牵制会舒服一点点。是的。手里这边还有球，再看看监护者会不会反绕。这个点位的话，求生它还是有一些遮挡的，对，它可以正好卡在那个3角的尖上去看。杂技在这个地方，它能利用球跨过一个很多的一些障碍物。对，而且这波反绕完全没有绕到。是的，在一个慢翻的话是能躲掉吗？哦，还是上了个粘土，再一个预判。没能打中，对，躲掉了这波分身，那已经是2波这样的一个双重惊喜，它都是只上了1颗标记的。那监管者的节奏其实就真的不是很舒服。对，你看外面密码机3个半台了，它还是个满状态。对，再一个扔球，扔的是一个红，它不能走，走过去的话，你这个就风气能不了。对，但这里走位的话又躲了一下，是卡住这个位置，打算直接拿双重惊喜，省掉自己的绕场先波。哎呦，还真让他躲到了。是。那这个位置自己绕场先波还没好，只能硬卡，很难受。想调整自己本体的位置，但是过客卡的这个位置太好了。天哪，好难受。好，还在卡，就是差。我拉开位置，但是这里的话直接看准了时间，不敢翻。对对对，还是正常的一个交互。但是看密码机的话，已经3台了。是的。这也在2次一个双重价位，但是只上了一个干冰，再加上一个焰火，现在就差一个粘土了。对，空中飞人现在没有好。一个绕场谢幕，但是等挂上以后，这个软件是很够的，而且冒险家已经开始挖他的输液了。哎，密码机现在其实是够的，就看这个化险为夷一次一次的套出来了。对，而且化险为夷的数量也是够的。对对。就看这个佣兵会不会给到一次机会了。现在监控者想要去摊这个佣兵的双倒了，是想对，只能通过打一个双倒让他们密码机慢下来，不然的话现在可是3台半的进度了，就差1台半了。但佣兵的话，我前期离得比较远嘛，一个护腕贴乙很难说给到你。现在护腕用光其实都行。对，只要我是一个无伤救，你就很难打他双倒了。哇，实在是摊不到状态，只能回头接着找这个过客。对，那这样回忆甚至是个无伤，他连半状态都没有，甚至他还可以进行一次2次救援。对，这边跳球回去，你还不能蹭刚刚的一个火球的区域啊，已经是牵制100秒了。好秀。这再救一波就压好了呀。密码机的话已经是要够的一个状态了。是。现在牵制时间是完全够的。对，我有一说一啊，刚才那个焰火球其实最好可以省一下，因为你省完之后，你在这个看门战，你能牵制更长的一个时间。手里还有道具。对，因为你现在其实它有一个化险为夷，你化险为夷在这里至少做一个保障或者说一个基础的时间。这里其实有点危险。有可能救不下来。对，这里能救吗？再躲。哎呀，没有救下来。其实，在他出完那一刀之后，就可以直接上手去救了，但是他怕这个刀还是能来得及打出来下一层伤害。是的。
就感觉好像前期被发现叠到一个标记的一个时间有点早了。兵这个时间我感觉来不及呀、人应该是被淘汰了的。对他交了所有的护腕，那应该还都来不及，只能去救一下冒险家了。是的。所以还是那个地方，就是你不如让佣兵来救。对，就是救下来，你这个人可能也要吃几个标记再倒嘛。对，至少佣兵他是能吃3次的。不过他们肯定考虑的是，我要套这个化险为夷上去。现在你会给到一个监管者的说法，就是你现在佣兵没有道具了，你开门战撑不住，你冒险家也撑不住，这个局面他是有机会能去奔一个3抓的。对，而且另外一边贴门是需要时间，看对，好人再贴门。这里想移形过去找一下空调。是，空调这边能走掉吗？走不掉。再一架，空中飞人过来之后再上，直接完成击倒。佣兵这位置只能从大房跑到一个月亮门，佩佩估计也能猜得到。因为我这个移形门我都摆在这里，你不可能原地开门的。那他往大门挂的话，我感觉会给到佣兵走门的一个时间了，因为本身大概贴到门的话，汤丸那边会给到一定的接应，我会有强风去辅助一下队友，一帮应该就能走。对，感觉应该是个平局。但佩佩这边赚了呀，因为这局面能让你们打4人开门战的，结果变成了一个平局了。对。那现在也是最后完成了一个平局。啊，炮兵家也有可能会携带一个第2化险为夷，但化险为夷邦邦其实在追他的情况下不太费力，因为他的现在喷气背包并没有像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他能去赶紧破译起来。是的，我怎么感觉他对逃脱大师有想法呢？也觉得把最稳的救人位给击倒了，我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对，我不让你换椅子了，你后面没有。好的，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奔中场，淘汰大师现在也得进行拉点，因为他只是一个单化险为夷，牵制能力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优秀，而且他还是优先保住自己，他后面是要去救援的，所以说这里看一下是左边李宝，右边是飞行家梦露的，然后小木这边的话是猫猫，囚徒已经跑到一个小木废墟了，目前现在有点找不到人，对。他现在其实找到谁都行，他选择大房这边直接找的是一个梦露，那找梦露其实也在求生者这边的一个最好的情况之一了，因为他本身带了飞轮了。对，一个2连雷，这边的一炸并没有能炸到，也没有限制到，补了个喷气背包，天花板清一下。是的，没有位绕，那这个窗你就不太好翻了，但是前面。门这个地方的连雷也没有连到，喷气背包马上要用了，悬停加喷气背包，把监管者也给推远了，那这个悬停的收益也就出现了。对，移形过来的话，身位已经是有点拉近了，好像没有办法进点飞轮。还能再补，再能拿一刀。是的，手上现在也因为张狂有了1阶，所以说手里有了遥控。5秒雷直接封住这个走位。再补上1颗，别让你回不来。给往外架了，但是他稍微追丢了一点点。是的，喷气背包再用1层，现在密码机已经很多了。哦呦，再补上一个迷龙。哎呀，雷扔不过去了。是，就是给隔出来了，那只能等这个迷烟炉消失了。这看不到啊。对对，雷没有视野，没有办法去。遥控雷。哎，但是这边在窗户这边是逮到了，是熟练度很高。其实也差不多，迷烟炉要消失了。对。机子其实算够了，因为你外边有一个囚徒，再加上一个法罗。现在就看这个逃脱大师能不能，同击到了是一个逃脱大师。李宝这边压力还是蛮大的，直接转目标，直接把椅子是的挪到了自己脸上。那这个名言其实也得用，因为你要再不用的话，自己这个位置就会被逼得提前救，或者说这个有可能都救不下来，或者你远程被炸一下，你这个人就不好救了。是的。这位置在等一个遥控雷，先炸1次，炸到了。这位置的话有点近，直接贴椅子上手直接救，打出了一个逃脱大师。没办法呀，你打我没关系的。没错。这样的话开到了自己的2阶，感觉再挂上压满，其实密码机会差不多。对。但救人下一次得让囚徒来了，不能再让逃脱大师来了。逃脱大师过来救，那等同于跟在监控者点上送，其实就没什么区别了。对，好像我这个人就不要了。法罗更是不好救啊，他扯人太慢了。是。但是看一下猫猫那边没有动身，那应该是不救这个人了。不，他是转移位置，哦，转移到中场。换到了大门的一个方向，离得更近了。哎，但他还是没有松手动。对。2个人都没动，让大房这边亮了，让神坠过来吗？神坠这边是一个法罗，不好救啊。应该是不救了，应该是卖了。
先保平。又想救吗？但我觉得这个位置太远了，这个淘汰进度，救不了，救不了。对，救不了。这个位置的话，只是吓一下监管者，不让他去中场。对。那这里猫猫的话也是把密码机强行直接修亮，现在就外边就剩一个99了，密码机是能压好的，板子直接下。炸到了一个半状态，直接亮，大家都是一个满状态了，是像刚刚讲的没有挽留，然后它是一个3人看本战。捏捏这个位置，你要说是能追丢，可能就有点出现意外了呀。李宝这边是有一个香水的，而且这里有马上要开的，这里有地窖，我觉得如果追这里的话，哎，但李宝不知道地窖在哪里，直接反手一拉到一个沙包去了，直接放了个香水，直接回头。他应该知道啊。现在你这位置有点差呀，窗户不敢翻啊。这炸了一次，再放雷，这有个3连雷，你躲不了，躲了，躲了。当时我躲不了就躲了，现在手里雷好像不太够啊。是的，在等。年年这边的话无所谓啊，我这个5秒雷的话，我一直等就行了。但是也不能一直空。哎，这雷全空了，没雷了呀，这里你又不敢打他，还得往外打。这样就完成了一个3人3跑。感觉后面还是追逃脱大师的时候雷空了太多了。去摊一下多。如果能拿到一个多抓，自己到时候求生者上场压力就会小一点。那我觉得这个很考验求生的。都不太好追啊。看要不要找一下哭手的机会吧。因为哭手这个点你是有机会。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先把1、4人招出来之后，先去控一下猫猫这边的密码机。看一下本体的一个动向，也是往这个方向来的。这是对他有想法了。想直接把这个点位给架住，开喷59，而且本体往这边走，也把另外的一个队友给赶走了。是的，这个虫群被打到了1下，有点亏啊。这里直接是一个预判，他觉得猫猫就是说是在这个后方躲着。对，但猫猫一直在拉点啊。是，这再一打断吗？打到是一个99，回头看一眼这个侵入度就没了。但是猫猫现在知道，就是你闪现还没好，我可以不着急回头看这一眼。这位置直接加速，现在真的是一点头都不敢回啊！是的，2次加速要不直接全用了吧？但是这里还是对，还是看满了。这里的闪现还有6秒，他打算把自己的这段加速是用到下一次的闪现时间上。就你本体贴近我以后，对，大方神坠，干扰一下两边的一个破烟的，这样大房跟刚刚的一侧密码机都有点被干扰。公路这边也是有1、4人在，这里重新在帮他忙，让拉拉队员第一时间就说是不被贴到。这里先传过来，打算先拦截一下，再传回去，给自己架了一些逃骗的点位。对，他就想把你再赶回大房，这样呢，你跟昆虫之间就会一直进行一波干扰。对，我是1追2嘛，想帮忙扛闪现，这样的话一个位置直接挡住路吗？哎呦，直接闪过来打到了猫猫，我都害怕呀，这个闪现容易撞墙，你知道吗？对，但是感觉捏捏把控的还是很到位，那这一波控场就很成功了，因为他的干扰实在是太多了。对，昆虫至少被干扰到了半台多的密码器。而且道具消耗掉了1半吧。对，以及说梦露那边也是有点被干扰到了。这里可能需要2个人一起来进行救援了。一个人救吃了这一刀，然后虫群帮忙推。虫群要来了吗？来了，再控了。2个人一起救了下来之后，能不能帮忙扛到这一刀？没能扛到，那这个虫群就可以收了。哎，要不再帮忙推一下？因为这个哭丑直接还是原地交了个火箭，推走了。没办法，这个虫群你要是说是不控，哭丑这里就有可能会吃到这一刀。吃刀了，对。是的。密码机现在依然不太够。因为前面打的配合比较多嘛，对，但是现在看下来，其实还是有机会把拉队员保一下的，毕竟他手里是有花球的，应该再挂一次就能到2个了。这里的位置可不能摊啊，不能摊到就是说挂到昆虫脸上，你要不直接原地找个椅子挂了，因为你前天那个场景历历在目。对，这里还好啊，就昆虫离你比较远，你可不敢直接摊到挂到他脸上，就是摇下来就是2个花球，人都不见了。你摇下来都还算好的，他带着巨力的，你巨力要是砸一下，那可能就吃的亏更多了。这外面的密码机跟上的一个进度还是比较快的。李库丑还想再进行一波救援，因为这是个拉队员，拉队员手上有1、2段加速。这个侵入度举100，这一波是能拦住啊！救不了了，救不了了。
那这样就节奏续上了。刚刚过来救援的时候，本来就卡了一个自己的2阶，这样的话让他侵蚀度很高。这样再挂到神坠的脸上。但这一波没关系啊，你昆虫这里是没有在板区旁边的，而且你离着它也比较远，我直接打到你的昆虫，那你现在虫群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对，我现在可以就逼迫你赶紧去救援了。脸上这台50的密码机，43的密码机已经被压住了。你没有化险为夷，我就算没有针对到它，我现在针对你昆虫也行啊，直接硬挤，挤到板区，想硬砸，但是砸不到。而且现在侵蚀度也比较高了。是，这捏捏的话也是一直在防，再利用虫群推。但侵蚀度，飞轮躲了一波，要快过半了。是，怎么说？要拼了！妮妮这边的话还在控，大震慑了，主要是淘汰进度要过半了。对，那你说昆虫那边会稍微急一点，妮妮这边就不急。求生者想尽了一切办法，想把监管者直接推远，保证自己能健康的，就是说是。对，我先无伤救下来，或者怎么样，我救下来之后，2个人有一点点身位拉走。对，他也怕自己被针对，因为在求生者视角，他不知道这个监管者他闪现有没有好。对。看一下这边还是在破译，这局面还是能让监管者去磨一磨，看能不能去争那个4抓。因为有时空之影的对决的话，很难找不到人。对，他是可以透到这个其他人的一个位置。有一说一，昆虫这边是个1挂，要不然给他挂了呢？挂了之后直接去找气象，2阶给用了。哎，昆虫再这样去磨吗？我觉得没必要啊。那这样的话，密码机有可能会够的。对。你现在都有可能看到他要赶紧把他闪倒了，或者你要先来管一下密码机，不能让他就一直这样修着。是啊，你这个地方要是把闪现交给昆虫，我觉得求生者的说法可能又来了。对，你就得拖下一个闪了。对，还是得管一下这台密码机了，因为刚刚好像修到70之前，连逃片都没有。是的。我觉得对于妮妮来讲，可能他刚刚调整了一下，就是因为第1局有一个前车之鉴嘛，然后就想了一下。这把我怎么样才能稳稳的4抓？你可不能再贪了，你要再贪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人我就不挂，我就打算出去直接硬找，那你这个节奏其实又会被贪到一个密码机，我又再次压好。对。现在神锥已经是在起一台新的了，就我直接硬破译，你传过来给他解决就解决了，因为现在气象就是他为了去避免这个气象道具被逼完。这里还是交了一个强风，那手里的气象瓶其实上的不是特别多了。神锥的话，这里位置想躲一下。然后这2台密码机都有一些高低差，是传了过来，但这个2阶又给用了，91的一个侵蚀度，想直接传过去找昆虫，但是传错了，主要那个逃片被摁住了。对，这个有点拖累自己了呀。那我觉得现在对于妮妮来讲，如果他想4的话，无论怎样，他技能就留在手里，因为就算让密码机修开了，2个人有闪现的艾维开门战，我觉得还是艾维的一个优势嘛。这局面其实我觉得对于监管者，你手里有闪，而且还是个2阶的情况下的话，其实算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应对情况了。对。但是你现在这样打的话，就给自己打的有点繁琐了。看他能不能尽快把2边的状态打掉吧。现在就是气象一直是个满状态，现在还是神坠现在又能去贴密码机，直接交闪现了。不过把状态打下来，而且另外一边的密码机少一点点，主要是2边都半状态，他就真的没那么敢修这台密码机了。慢慢应对。对。昆虫现在手上是没有道具的，但是只能头铁硬修了。梦露这边呢也没办法，直接用了一个1级云，这样的一个移速快一点。这拉开身距。楼梯是不敢上了，因为这边板区已经是用过了。过来要叠满了，前面有个逃片。2阶再次完成一个击倒，那边密码机也只有一个40的进度。对，现在的话在到神锥那边去管一下他就可以了。是，要不先签呢？对吧？那我感觉他还是比较自信，觉得这台密码机就是亮不掉。毕竟这个气象它也是一个1挂，要不先签？怎么说？签？就这么大胆吗？密码机95了呀，97了。哎，你还不签？要不就早。我觉得他中间有点犹豫啊，就是他这个1-4人切回来很多次。
就是他本体也切回来过好几次。关键是没必要等啊，就给他牵起来，对其实你再让一次人过去也行啊。要不就你一次人别切了，就一直往那边冲，要不然就这边牵回来。但是他可能想的比较多一点啊。好，这边又170度，现在但门也空住了。对，可以放心大胆的直接去找神坠了，因为他知道这边的一个气象，你起来的时间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对，先去解决它。不过有一说一啊，我觉得刚刚还是可以挂上，挂上之后再去找二昆虫。他半状态嘛，对吧？你到时候他一旦有黑标，一定会亮密码机的，但是你锁定他的位置啊。是的，你这个气象主要他有绝处逢生啊，再倒的话就淘汰了。有可能走地窖。这个剧情我见过呀，观众现在都在挠着头，有点熟悉啊。对，确定了神坠的一个位置啊。是的。对，然后气象也交了自愈。梦露这边还在提醒小心闪现。我觉得对于捏捏来讲，他挽留之前是能把闪现给。没关系啊，我就跑到你脸上，我直接被淘汰了。那边有一个地窖，我手上有飞轮，这一波你拦不住啊。现在闪现是好不了了的。对，你闪现好不了，我这个地窖我能直接走。刚刚可以不打的，就是刚刚可以再等一会儿，等闪现好了再打的。是的，你现在打了之后，你怎么去等他呢？地窖一跳，然后又跑了一个。不是这把打到后面，就是前面可能有很多点位我可以直接选的。比较贴脸比较快，反正你们也不太敢修。然后对于蜘蛛这个角色啊，目前版本当中，他的这个蛛丝爆发就打那么一次，你那一次如果爆发不成功，那你这把就断掉了。是的，你等下一次的一个位置，因为大房那边的楼梯你好像只能上一次啊，后面蜘蛛只要跟过你一次，那回来就一定是盘丝洞了。等一下，先去中场把野人干扰一遍。好，进入到比赛画面。哎呦，这边还是选了一个深渊时装啊。是的，还是比较少见的。那这样直接就冲着过客的古董商去了。没错，因为带的技能还是比较克制他的。我怎么觉得这个时装这个腿感觉好像视野更清晰了呢？因为感觉它更细一点点，就是让出来的路会更多。没错，没有什么遮挡。那感觉他瘦了。这边赛进入到追击，先不加丝，等一等。好，这样直接加了。3层。直接拿刀，这里敢直接进行追击，那代表就是个兴奋了，我感觉应该会防了。对，过客这边的话，直接一个云门，先打算预判一次攻击。苏打这边的一个死接不上，连回头直接2个机关消，但是只是挨到墙体一棍，再打一个点4，那3棍全部打出来了，这个兴奋也不愿意交啊。主要是这个身位好像没什么必要交兴奋。对，一个砍翻，反正也不怕。他应该猜到技能了。是的，得看这个板，但是砸到了，那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因为你前面交了太多的丝。这就是刚刚说的，你这个蛛丝攒起来，这爆发你没打出来，你可就炸了。你不能一刀都打不到。是。那这样的话，就算有兴奋，你也只能打他一个半状态。这个翻窗再回来，机关消这边又攒好了。对。直接再攒蛛丝，终于打到1刀。但是后面的话，你手里没有任何丝量，只能看一下能不能亮兴奋。你现在板区我一盖，你没有动用闪现，那就代表你就是个兴奋了。对，只能后边接着跟。而且密码器的话已经很多了，是已经3台了，哎，甚至自己还卡了一下魔。这边就是我只要给你找到封闭板，你就拿我没办法，因为你不是闪现的技能。再等，这个机关枪看要不要打，没能打出来。但这个牵制我觉得已经是非常成功了。是的。现在就看救人位了，能不能说是成功救下来？你别打了震慑。那野人骑猪来的话，应该也是比较稳健，或者是看空调跟野人他们谁。好，那应该看起来是空调。是的，让空调这边的一个拉拉队员过来进行救援，这救援就不能出事嘛。一个加速，先过来，先把丝给你蹭掉1层，回头打1刀没能打到，因为移速太快了，他的目光都抓不住他。对，而且给了拉拉队员1刀的话，会让过客他有一个更拉远身位的一个说法。现在过客直接往远处一带，这个机关消其实现在就能省，直接带到角落吧，别干扰到密码机。交个反弹，又逼了一些丝，这边想吐。飞躲，回头打个机关消。哇，把技能给逼了，那很赚。是。因为我是在化解唯一时间之内把你的技能给逼掉了。再给他往回挂吧。这逼出来兴奋，但是还是倒回了自己这个遗产，我觉得不够果断。这野人想要过来帮忙，不让你挂遗产，因为你挂了，野人这边骑猪了，不敢了，回头。对，你要硬挂的话，这个人就下来了。是。那这样也还行。
这样的话还是给到队友去破译这台密码机的一个机会。如果你不管的话，我这个人是可以无伤救，你还是要优先守野。但有一说一，机子是会差一点，就是因为他没有让这个化险为夷直接倒走。如果说你化险为夷直接倒走，倒到那个角落，苏大其实这一波这个密码机有机会能让求生者直接修够的。是的。现在一吐，远程吐倒，哎，吐倒了，拖拉队员，拉队员现在密码机也减慢。我觉得他们现在可以稍微让一下那个位置，不然野人跟拉队员都是一吐倒，实在是太危险了。让邮差过来，强人逃完拖。是的。如果保不住的话，不放狗，但是这边的话一个签，它是只能球签动作完成之后才能会被判定咬到。对，我觉得如果保不住的话，那两个人还要强修吗？不，感觉是他们觉得这个技能是好不了的，因为刚刚是交了兴奋的。拉队员可是没有两个人不能吃兔啊，那你要野人单修也不够。先躲一躲。对，两个人先去外边补状态比较好，然后邮差在这里看情况给他点压力。野人去邮差去先修一台都可以啊。是的，他那个密码机，哎，那个角度的话是有一台吗？一吐没能吐到。野人上猪的话还是能有一台，对，上猪就可以规避。他往那边脸上就有一台的。最好这两个人先去补一下状态，让邮差这边卡一个耳鸣，让监管者不敢出去。反正你现在底牌也好了，你蛛丝肯定也能攒得出来。不如就是说现在先把这状态补出来。对，现在就让邮差卡住，因为这台88的密码机太多了，是一定会把监管架在这里。问题太多，因为你这拉队员没有携带一个回光返照，很容易让监管者做成一个伏笔。对。有点把密码机给让出来了，那虽然密码机能压好啊，但是拉队员这边不得被打到一个针对。到了脸上，这一局苏打其实也有很大的机会能去摊一个3抓。这一蛛丝浪费了2层，再逼到一次齐出，但他现在最好是找这个拉队员，只要能找到拉队员，这一局面他就有一个3抓的可能。但主要拉队员没暴露过除了化险为夷之外的天赋。是的，不知道他有没有感觉？他不知道。有点难，因为他当时交了窗台以后交了花球，没错，你不确定是他弹射了还是加速了，跟个风一样。对，就反正就过来了。那这样密码机也是被磨开了，大家都有点门性，也知道地窖的位置。没错，现在就是在等，但是现在监管者如果说知道两边门你都没有贴的话，他也能接受，因为你们在等的同时，我的蛛丝也在攒。这里可就是高速公路了。但主要是你带的是一手兴奋啊，你其实，在追击上的话，只是比较不怕砸板，但是如果说我有一些板区隔离，你没有一个速抓的可能性。蛛丝用完了，高速公路还不收你过桥费，那他们可能就得拖一下这个挽留了。这想想都很恐怖。对你现在帮人去点的话，反而是给监管一些机会嘛。不过野人一直在消耳鸣，其实对于苏打来讲也不太好去盘一下他们到底在哪边，因为知道你肯定在两侧，是的，但具体在哪儿不敢过去。我的丝都已经交在这个地图的中央了，那我只能围绕中央去打。所以说蜘蛛他不着急，但是你要说挽留没了，那可就真有点要着急了。对，这挽留现在还有一个54秒，求生者反正也有一个倒数，因为邮差跟野人都是携带了一个回光返照的，我有那个回光返照的时间。去给他们算时间，他可以读秒，对，而且那边爆乌鸦了也不敢管。现在是确定了2个人，知道了，这边是大小门都有1个了。是的，就除非空调能走到他脸上，要不然他这一局的机会其实就真的不太大。这边看到回忆是有点要贴门了，所以说苏打飞速的往回赶。回忆这边的话，只要骑猪了吗？再不骑的话，这个蛛丝量有点多，直接闪击了。战线撞墙，那这样求生者机会也就来了。那求生者贴门，直接点那个门，回忆就在这里不走了。回忆这边的话还在猪身上，你这怎么办呢？我就一直跨越这个障碍物，你拿不到这一刀啊！拿到这一刀能翻过来，哎呦，翻了过去，还能拖，还能再躲。那别人门已经开了，对，另外2个人可以走。那这样完成平局。这个闪现他太急了，因为他知道，如果说我再不解决他的话，我挽留一过去，这边的门我即使能传送回去，我也拦不住这2个人。是的，这让我们恭喜 WBG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是的，因为我觉得他当时闪的时候是回忆那边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觉，他对弓箭手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头疼的追击情况。对。而且弓箭手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有一波挺强的，能够倒到角落去，然后硬 OB 拖你时间的说法的。如果说你去把弓箭手拿来保机械师，机械师是可以在外围修密码机的，这样的话也不会说拖慢密码机的进度，反而是把弓箭手过来 OB 的时间给他拖回来了，还多一个大副跟蒙够去碰到压的那台，其实还是挺赚的。时长这个点的话，唯一怕的就是说我击倒了机械师，那面对弓箭手的时候可能暂时挂不上。
这时长就会有点影响。那看下区域选择上面是选在中场，看一下直接也是往大船去，想要找一下大船的卡梦。对的。哎，前面主机的话是已经看到了，那这个位置也是顺溜的直接溜到海边。但这里绕板的话，你还是得先去踩才行。对。这边魔术棒应该要交，可以的。那交完之后，这个加速感觉有点难进板，要挨刀了。毕竟是没有断到隐月，所以说还是要吃刀。那前面这个位置来到海侧的话，还是会影响到队友的一定密码机的。看一下。不过赤红也是弓箭手，其实可以过来帮一下，因为你是顺路的嘛。果然还是给了一攻。这样的话还能往前面的3板去转。没错。那其实这个位置的话，闪现快好了。那看一下是交了个魔术棒预判一下闪现，但这个位置的话还有个回速架点，但感觉摸小迷这边的残影留的不是非常好啊。对，而且这个点的话，其实可能闪现没有那么好去直接交。对，所以说还是骗过来拿刀了。那看一下挂上人之后，密码机整体来到一个2台多一点。这样子的一个击倒用时，我觉得对于监管来说还是比较有大优势的，而且闪现也省下来了。也这把机械师其实也是带了一个化险为夷，没错，可以去负责第一波的救人。这边先压迫一下位置，因为这样子救援的话，其实整体密码机的进入度会最快的一个情况嘛。给一刀，然后把人救下。这边想要2次牵制感觉有点难，因为这边的板区其实不太适合牵制格局的。不过也是有了一点点的空间，这里没有选择去刚刚那下板跟魔术棒都没交。对，选择往大船带。还是倒在了一个海边的角落的位置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感觉密码其实不太够的。这一把救下来之后还会差一个半台左右。而且这个点可能下来之后，你能多拖点时间的机会几乎是没有的。嗯，就只能说压满，让大副过来开个圈。然后后期的话，外围还有个闪现，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看一下这边大副躲得非常好，没有被发现。约过来，给一刀。这里的话，想要去摊一波大副，没摊到，还是把怀表交出来。那反而是让他进了这个板子，还是有一点牵制的说法。没错，那魔术棒感觉往前面的话，还能去魔术棒绕短板。还有闪现手上，看一下这边架点。那这个闪现如果交了，后面就没什么机会了。现在马上就要开门战了，感觉交不了这个闪啊。没错，但有一台80多的可能补不到，这边魔术棒又躲一刀，难道说这边还能牵制？让他拖一会儿啊，被抽倒了。主要是这边的板区还是比较难去牵制的。对。就主要它这个地方全是一些短板，然后大概就是很多都是一些单独的短板。没错。那密码机压好，就看一下追随，因为大家都带了回光返照啊。其实这一把的话，可以更多时间去部署一下开门战，因为胡景春我们都知道开门战还是比较头疼的。这边怀表一交，想去碰密码机。直接强开给一刀，另外一边的话也是可以直接通电。是的，因为那一边也是机械玩偶在角落压的一台，那这样的话，你大门是机械师，小门是弓箭手，两边来回去管，脸上还有个大副暂时处理不掉，还是要平。是的，因为怀表这边是交到了嘛，第3弹也摇到了，虽然说手上有闪现，但一整局交不出来也非常难受。这门的话已经点到70多了，给到一刀，但另外一边门的话也是顺势点开。感觉这里的话。哎，有个你们的说法拦不住了。那这样子也是直接拿下一手平局，对。这一局真的是在后期唯一一个3-6上面是找到机会了，因为当时接那个板子率是80%，是的，非常高就是有4局都是一个多抓。我觉得年景它本身它的熟练度是很高的，对，感觉不归零提供了非常多的素材，对，感觉好像都是不归零吧，大部分。因为我记得前段时间就是一直不归零，然后拿喧嚣，确实真的是一直打出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那确实喧嚣在不归零，我觉得是有奇。就选择双十一前面，但如果他能知道大船以及大门是谁的话，可能就会选船下。主要是那个点的话，其实可能大概率还是一个气象，因为他要吃一个小船地形的优势嘛，追不了气象。所以感觉选那个点其实好像。
哎，开局的话想要拐过去小木屋追一下沉木人的咒术师，直接找咒术。但咒术唯一不同的点在于它的2次牵制，它1次牵制的话，其实我觉得强度其实没太多说法。对，不过第一波已经是上到2个惊吓标记了，非常快，而且这是盲视野的一个2球，感觉还是对木屋这个地形的理解太透彻了。他只能透过这个小窗看到人，但是确实也是上到了。那这样子的话，前面板子一拍，把板子一破，其实对于桌石来说转出去了，手上只有单飞轮，没有窗弹板弹的话，其实很难去进行拉点。是的，而且这里的话其实还是有一波。先是交了一个猴想进板，但是你进板之后我就交双惊喜了。本来是平地还有一点机会的。对的，这样子双球一上，还差2个，红就收刀，没有收到，但也没关系。前面有一波飞轮的机会。对，这边应该是等你交双惊喜，然后进行飞轮。但前面年纪这边捏得非常死，哎，交出来了。那这样子的话，只有1个双惊喜。是的，但是这个点。给刀。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失误的。对。那你现在移形没交出来，脸上白纸的机械师可能还要被逼救，单化险为夷的一个机械师。然后牵着路线的话，稍微的会让救人上面比较提前啊。是的，哎，不过这波走位其实规避的挺不错的。对。那要摊双倒了。双倒。摊双倒还吃不出来移形，就感觉没有提前部署好这个位置的一个分布啊。就你倒到脸上，其实肯定会逼救的嘛。对对对。而且倒的一个位置，感觉是离界是有点过于近了。那淘汰进度条没有卡多少，还要有一个倒地。对的。然后这边再往回挂，应该还是要挂到海边附近，看一下。还是这边。看一下下一波的救援吧。现在男的话是已经贴过来了。没错。那整体密码级来看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多的。这波救下来，主要咒术师这边2猴也不是很好牵制。白手拦截，一个震颤出来，给到一刀救下。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先交猴，断掉你的空中飞人的一个距离。数到双惊喜的话，还有6秒钟的一个时间。而且还有一个飞轮。还有飞轮，其实有一定的牵制空间，但要拖出下一个猴的话，会有点难。这也是飞轮了。哎，对的，先交飞轮再交猴。那可能还是撑不住了，有点。对，还是要隔板的给一刀。密码机差3个小半台，不过其实都已经有人在破译了。对的。现在就看一下年景他下一波节奏怎么续吧，毕竟外面机械师是已经没字气了。对的，应该是往海边或者中场去，因为这唯一2台密码机是摆在脸上比较好控的。对，而且也是有移形。斗我这边想要男在海边，然后让年景觉得海边那个还是机械师。然后机械师趁机往大船的方向去转，然后南这边的话，毕竟2个铲子都还在，所以说有一定的牵制能力。空中飞人过来，其实我觉得抓守墓人完全可以接受啊，这边我觉得是太可以接受了，毕竟现在是一个2阶的喧嚣，很难牵制的。其实，那这样子如果说倒不开这个位置的话，就倒遗惨了。但好在说，气象学家这边还有个化险为夷。机械师那边也是选择让大船的娃娃把自己调慢了。没错。海边这台密码机是78的吗？75的吗？听起来像87的。OK。就是87的，因为它是第2台嘛。移形过来了。直接移形过来，想要去找这个白纸机械师。没错。但问题是你现在已经没有一个绝处逢生。对。然后2阶喧嚣也很难去拖。对的。哎，不过最后一个惊吓标记是一直没上到。这2个走位直接是硬拖了一点时间。还在躲球，白纸个走位，但是逼出来一个绕场谢幕。然后这波的话，空中飞人回翻。但确实也拖出了相应的时间，逼到这边是必须要去挂一手才行。是的，差的是中场的这一台。对，因为本身它是可以不挂，因为你没有自起的。你看现在就可以不挂，但是87的密码机想要再去控的话，会有点难度。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看年景他处理的一个时间了。感觉这个画面有点似曾相识。相识，还是先挂上了。也是同样的密码机，同样的没字起。哇，守墓人一个救人，把人救下。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开门战针对守墓人，密码机是很压好的。是的，不过这几波的话，其实有一点点处理的慢了。对。
让一星 CD 也没好20。而且他其实下铲的话，感觉也是要再花一点时间。哦，这里过来也是没打到。不过处理守墓人的这个时间，其实白纸那边大门也还没点完，你还能再去处理一个状态。感觉有机会应该是想牵过去，然后放下来。对，这波要放下了。空飞人已经好了一个，看一下。那还是选择能拦住点，感觉可以。一个球，2个。不过不太好走吧？哇，这个位置有点太强行点门了。对，而且感觉这波其实点不开啊。对，差的会有一点多。那这边男的位置要挂上，可能。但这波可以先不挂，我还是不挂，我就在这里站着，反正我是一个有挽留的宣下，我又不是没挽留。是的，还不好说，因为机械傀儡这边位置能去知道吗？好像感觉是的，好像看到了，现在知道了吧？现在知道了，看到了，看到了。不过还是得去处理一下。对的。不过趁这个机会，守墓人也是交了个绝世逢生。起了，那这样子的话也是一个平局拿下，哇，这个机械傀儡真的是起到了奇效啊！因为当时那个位置他没办法去挂守墓人，挂守墓人的话，我向学家压过来给压力了已经。那这个时候我是可以直接去，是比较不吃地，就是没有那么被地图所限制。感觉也是比较平衡的一个角色。那这个人这个阵容打玄霄，我觉得其实求生也不会怯场的，就是完全够打，不动伤。对的，那还是选实质了。哎，换回去了。可以去摇摆一下，他可能换回来了。对，因为他毕竟还要想去前期找到幸运儿会比较更好一点嘛。对，而且选点的话，我觉得他是要考虑你这个阵容到底有什么东西。比如说他有个幸运儿，那你开局肯定是想要去选一些箱子好摸的地方。没错。好，看一下这边脸上幸运儿的位置肯定是躲不了的。就是看一下是哪个箱子。莫小明这边是选择换追手中场的气象，但这个点追气象，他直接转独栋怎么处理呢？远程是上到了一个粘土舞台的惊吓标记。对。而且你这样追的话，其实反而是把这个封禁的密码机让出来了。对的，对的。我就在这里牵制。想去突袭一手，但是没有打出效果，对吧？因为双惊喜的话是并没有伤到伤球，是给了1颗球，所以说下个双惊喜的话可能还不好交，因为毕竟有高低差。那这边应该要交一个窗前的双惊喜，那就看一下远程这里能否去命中一次。哎，给到了，但是战况没有响起，空中飞人没好，刚响。空中飞的话还有移形，选择移形先贴近身位。对，手上有空中飞人，但双惊喜的 CD 没好，一个强风给自己拉开一定的身距。那前面应该就可以空中飞人加双惊喜去。这里上到2个球，差不多就要倒了。还在走位，啊，还是要倒地。哎，不过这里电车来了，还差一点距离。但密码其实能够的，因为这把的话，你别看现在是一个2台多，外面是有个幸运儿在啊。对，而且现在的话是他还没有用这个机械傀儡密码机，那你用上之后，你要给他修半台，那现在已经3台半了。没错。而且幸运儿这边是不会吃到这个密码机的 debuff， 所以说，哎，这边是选择让谁来救呢？赤红离得有点远，感觉怎么好像没人来救？不救吗？选择先不救，压满救，然后让佣兵把远程自己的密码机开完之后再压满救。那如果是这个打法的话，可能是要考虑你救完之后去找古董商了。古董商直接来找，2个人都来找，那密码机有点不太够吧？对，因为少了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嘛，毕竟他们只带了一个化险为夷，所以说就可能不太愿意去救2次。这边也是拿了佣兵一个状态，然后再进行一波击倒。主要是这局的话是千雪家以及佣兵带的化险为夷，对，外围少了一个化险为夷，所以说他们可能就打算说，那我既然带一个的话就救1次，然后去拖时间，然后我本身也是一个保平为主的一个对局。我感觉，因为这把是有个幸运儿在外面，然后也选了一手古董商。其实感觉如果要去救2波，这个密码机感觉还真有点说法。但对的，就还是保稳为主吧，就没有想去冒这个风险。然后一个移形过来，脸上的卡梦有球，直接选择拉球走。双惊喜没有上到，那红球是连到了，还是给到一个双惊喜的伤害。
而且这里的话是上了2个球了，就差最后的一个。哇，我以为冲到很吓人，但问题不大。没错，这边的话也是佣兵过来投降密码机。中场这里拆掉了，拆掉了，没管住，那就只剩下甲门这台大遗产了。而且是上到了一个白球，而且外面的话也不太着急，对，想要先调一下状态。现在没有人敢去扛这个压力嘛。哦，也是找到了卡梦这边，利用几个傀儡去多拖点时间，然后还是给了一刀非常快，飞轮先交，拉开距离。想要去管甲门的这台，对，但古董商这里是可以交棍熬那个开密码机的，所以说莫小明也是非常聪明啊，只用红球去粘住。但是这里还是给到2棍。那古董商也可以走了呀。对的。然后有雨门过来。实在不行的话，古董商那边可以先走，然后去找机械傀儡，换佣兵过来扛压。打的会有点吃力，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你在开门战之前会消耗很多道具。对。这样走到脸上扛压吗？但他得先把古董商换出去才行。是的，古董商可以绕回去找那个机械傀儡，还能切这个电。对，主要这个道具消耗的是非常多的呀，就开门战的部署就没那么舒服了。是的，梦幻小兵这边也是反应过来了，想要去找一下赤红。没错。就差一个球，远程的话是没有上到，一个飞轮躲掉，移形回来。那开门战之前把移形交了，那就必须要死守这一台了。给到一刀，明明只有1个护腕，选择交护腕拉开距离，但手上也没有任何道具。是。然后古董商跟幸运儿的位置都压得非常远，而且还补状态，这边还有个地下室。不过幸运儿那边是已经去补甲门的，然后让中场的玩偶去把古董商的状态调了，那可以直接扔到地下室去。对的，但移形交了要不要选择直接通电呢？对，移形交过了，然后这边赤红点门有点慢啊，对，主要是你首先要跑小几秒的地图，然后你再过去点。然后卡梦这边是有个怀表在，怀表看有没有说法吧，感觉这个还在摸，还在摸道具，因为你有空中飞人赶一段距离。但中场有个中场机械傀儡的耳鸣有点影响啊。过来，但这边是有表的，对，而且这样子的话，其实反而是给到了赤红去点开这个门的机会。你过去他还有棍，飞过来一棍是烫掉了，没有给到纸哥，这边还在看一下，再打一棍打走，但留下了古董商，把人往回一牵，哇，那这样子的话，极限开门战士留下了3名求生者，这波其实是有一点点意外的，对，确实有点意外。年景的破轮其实之前也是有上过场的，感觉熟练度也挺偏高。这把的话也是要考虑到比分上面，他得去争一个多抓，所以可能在角色选择上面会更加的去求一个上限。是的，永眠阵破轮是目的，直接把这个安全点给破掉。对，直接不让你去卡那个长窗。哦，换过来，但不动门的位置，但这个选点直接是变轮形态冲甲门去了。甲门的话是陈某人，这里感觉有一下了哦，没刮到，差一点点。哎，一个夹角刮到一次，而且这里的话，他是预判到了陈某人他扭的一个位置，对，所以上次上到了。那这边的话是短窗进行博弈，这边的话一个滚过来，哎呦，没上到，直接变人了，不然感觉是有机会能秒了。对，那前面的话有气囊，其实想拿刀还是有点困难啊，这边要先去把这个位置堵住。那还能再切不轮形态，继续去上刺。就你去追他的话，其实你不好终结掉。就哪怕就是你双刺的话，其实也没有个闪现好的身距。是的，不过这里的话其实也是上到了刺，非常快，但是一个
感觉这个球没什么太大的收益啊。就拉开距离，避闪现。对，不过交出来这个飞轮过夹，再吃闪也行。其实这种牵制时间，我觉得对于求生方来说完全能接受的。打破轮是真能接受。对，避闪现然后能接受，因为这就来到了可能你第2轮会有个真空期。是，而且这一波其实打下来，只要救人位那边不要给存在感，你切轮都可以秒救，也已经是挺偏平的一个对局了。这次并没有去刮到大副，再去摇回，哎呦，给到一下，那前面的话应该要变人。哦呦，那我打到大副了。是的，那开启2阶之后，那陈某人的压力就大了。对，如果说这边没有给到刀的话，没2阶闪现交了，还是有新的空间的。因为打破人的话，其实很吃你一救的时候，这波直接是切人形态交枪。对的，破了一个2阶，但前面的话夹子还要躲一下扭掉，但只能硬拖一点时间。如果说真的要牵制起来的话，还是有一点难度。不过起码能够多去逼你变轮形态一波。对的，再往回弹。那前面已经是没有飞轮，感觉可以准备悲观了。然后看一下密码机，整体来看的话是一个4台啊，将近4台的一个节奏了。3台半，将近4台。这是想要帮手电一下，但前面是没办法了，这个位置只要吃到2阶就没办法了。哦，想要去弹一手吗？感觉有点难吧，这个位置。差不太多，密码机就2个半台要去补。那对于年检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空档空间的。对，就看一下后手留的2个半台是哪个位置。而且这把的话，其实大副他的状态有点太残了。你过去就是一个悲观的事情。没错。哎，这边年景的话，直接冲到独栋，想要去找一下这个大副。我的位置能排到吗？排到了。那翻下来的话，应该是要直接倒地了。对，下去基本上就是捏倒。而且这个位置是不挂的，我直接窥视者一放就开始我的控场了，这个对局就真的很舒服了。因为其实这局最大转折点就是大副那波救人。大副那波救人给到2阶的话，如果说是没有吃刺的一个刀的话，也不会那么快卡起2阶。看一下这边想躲手电筒。加3次的幸运儿好诱人啊！床本来就是挂了3层次。他现在的话得在大副起来之前尽量的去击倒一个，但是刚刚那个幸运儿应对太好了，所以导致他的控场机会又变小了。对，他就来回周旋呗，就反正现在3人3台应该是，然后大副这边起来的话，要不考虑去把大副再击倒，还是要找飞行家。那飞行家的话，哦，直接飞轮过，然后续出来一个飞行器的 CD。对的，那这波还是非常成功啊，牵制。那你还是有点处理不了。夹子在躲，手上夹子 CD 了，这边幸运儿有点大胆去破译了。而且这个点感觉没有太大必要，因为你那个空地夹已经是空了之后，其实2个人美美的翻窗了呀。对，都很安全，就你可以先翻，我再翻。对啊，排队翻就行了，然后也不用去照。然后另一个人是有点给机会。对的，另一个人在里面倒地，其实外围那个密码器还能再补开。那现在的话，必须要强行救一波，然后这个2阶还没办法躲掉，一个爆刺，然后直接是捏倒了。悲观对的，悲观捏倒。我大副那边也就是贴到外围那台比较多的遗产，想要挂一波地下室。哇，这感觉一下子局势有点不太舒服啊。但其实对于年景来说，他还是有一个去争3抓的机会的。没错，因为我可以3抓以上。压起身。对。对啊，我就压着起身啊。那你救人救下来呗，你们2个人还是要留一个。下来之后咋走呢？对啊。但这里也没关系啊。啊，主要是2个人道具都交完了，你背包杆也交了。给刀。现在这边的话也是顺着出门，先把人挂上，然后大副点的是脸上的门，而且这个门还能点。那个门能点开，就是看一下飞行家了，因为中场是有个地窖的。这波的话，飞行家想要去走中场，但中场感觉路途有点遥远。而且飞行家没有飞轮了，现在一个2阶。
这边要走得了吗？感觉有点难，主要你身上还挂着一个刺，我这波就等夹了呀。夹到了，但这个位置的话距离还是不够。那也没关系，我一直架你的身位就行。对的。其实我觉得不要去切那个轮形态就行，我就等夹子的 CD。小板子一破，那这个位置破板子其实也转不出去，前面还是个大空地，夹子封下走位，哎，没有夹到。没关系，其实还是走不了。是的，身位还是给了一点的，你别说。这边的话变轮，给上一夹，然后感觉需要在前面去，感觉变轮还没前面去变，但是一个盲视野的悲观，哎呀，直接背倒了。对的，那就没办法了。盲视野的悲观，如果说飞轮预判了，就可能还有点机会，对，但是还是有，感觉这局可能还是有点压力了。看一下。他们选择求生者先上，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比较相信求生者在第3局。这个位置的话也是选在了鬼板，鬼屋后门的板区，上来就先封夹了呀。对，先把这个2楼跳下来夹子封了，对吧？就过来不管3。直接起钩，并没有放夹，因为知道你要往前走了，不浪费这个时间了。往前一拉，哇，这个距离跟得好快呀！那到前面3板，其实单板一拍，这边已经拉不开距离了。2个双板去博弈，先破掉一个单板，那把这个最小的板区给你留着。那手上的话，钩子马上就好，你还不敢翻。这的话要有钩了。第一刀非常快，一个29秒的拿刀。所以白纸那边也是想尽量拉开一个鬼屋灵柩的距离，这给先锋夹，让你2板一窗那边绕不了。对的，再把位置压回来。那前面的话可以勾一夹，勾一勾去拉近距离。前面的窗户是可以翻，但是也不敢。是的，那平地刀了。哇！而且这波的话，其实离灵柩的距离也没拉开，因为它有点往回走了。那这样的话，可以去看看桥上跟火马的那个椅子。无所谓，他这边挂了之后，他勾 CD 在嘛，而且移形也好，所以说就原地挂了。这边也不反身，那就回来管一下密码机。那只能说等到开一波化险为夷拉走了之后。再去压满反生，不过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增加了救人上面的风险。对，这边已经拦截到了佣兵的位置啊。所以这边陈主任想要拉钩爪过来配合一波救人，哎，不过拉钩爪又转身走了。对，而且是一次性干扰3个人密码机，我觉得这个是挺划算的，一波手蚁。而且我吃你一个病患钩爪，你还没修机。飞轮主刀金板，不过这里还有夹，还有钩，所以没关系。对，那也没有拉开多远距离，还是在附近，而且移形也是好的，甚至说开启了自己的2阶嘛。其实我是觉得你可以不要太想着牵制，20秒就闷头先跑为敬。而且你这个反生之后，其实也是开启了鹿头他的一个愤怒链爪。对的，因为他现在2阶了之后，你其实就没有太多说法在。对啊，还不如闷头先跑为敬，然后吃个移形也挺好呀。对，然后持续的一个减速，等你这个护盾结束之后给一刀。现在技能是好的，底牌也是好的，压力很大。2阶鹿头真的是压力很大，而且这个时候你补佣兵状态没什么太大作用，对，因为佣兵它也是一钩加1刀的一个击倒。这里还通缉到佣兵了，在脸上。移形，我觉得可以交啊，直接交啊，直接交移形啊！这里位置你直接走不掉的，因为我交钩是一直可以压迫你的护腕的。他想偷偷摸摸卡在那个桥上，但是直接通缉到之后，你没有活路啊。对，一段钩的话，时间会持续。哎，不过还好，这里的话是抓到一个钩爪，它的方向，对，弹走了。因为那个地方他这样绕的话，其实有点不太好交。那先围绕着密码机给点压力，那算是稳住了这一波了。没错，然后再回来找佣兵。但是你因为已经开启了愤怒链爪，所以没有移形也没关系，直接勾过来，先把佣兵的护腕给他逼了吧。对的，这边一个夹角，持续更新距离就行了。这边还不好进板，
压迫一个空地。哎，这里的话那个护腕不钩子掉了好抓，不好交。对，飞轮把夹子顶掉。那把人挂上之后，我再去管密码机就行了，因为这密码机他刚才看过进度。你哦发，现你在抢密码机之后，想要去先管一下密码机。哎，龟小丑，这个时候真的很好追了。哦，晕到了，那这样子就可以打断这个钩子吗？看打不断，还行。是，那还是有机会。给到外面是新起了一台，对。那现在的话就得把整个对局的速度给放慢下来了。然后鬼小丑这边要去牵制的话有点难，手上虽然说有火箭，但同样路头还是比较克制这种拉点的。而且其实佣兵那边已经是没有绝处逢生了，感觉这个会成为一个伏笔。这一勾倒没太大说法。然后佣兵的位置的话，其实是焦志奇也是能意识到的，手上底牌也好，技能也好，看一下，央水，对，应该是能准确排到位置的。一勾耳鸣响起了，这边脚印也看到，然后那边到是密码机选择了远端过对。来。非常细节，这样子互相拉扯的话，其实你密码机根本就不动，而且这边的人是慢慢的消耗这个淘汰进度的，知道，而且对于年轻有来说点极限过半的感觉，一勾把人哦勾回来，要过半这里的话直接了。卡位就行了，卡位就可以过半。现在哪怕你修密码机机子也不够，那我主动去打。这里还有手椅的机会，那个密码机也不够。对，把人救一下，一个火箭眩晕，那这样子的话还做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反应，给一勾再进行击倒。密码机动，那我就可以直接移形过去抓你。是的。看一下要不要选择先挂人。但这波挂的话，其实可以挂到密码机的旁边，对，让你也修不了。因为你佣兵是没有自起的，这个时候我过去抓你的话，你是很难受的。佣兵这里一个香水，把人勾，哎呦，可惜啊，这一勾。那就先封密码机吧。对的，那这样子的话又给到周旋的空间了。不过还不好说，因为这里的话年景还有个移形。对。这边病患在交出自起，看一下南那个翻窗博弈还是非常稳健的。修上一台密码机了。对的。先震一下，压过来。那这里可能就撑不住了。对，给一刀直接击倒。然后两台密码机都在动，都在修，这个时候就有点难以去挂地下室了呀。对。哦，那这个地下室还是很舒服。对，而且这波挂地下室，你其实救的一个收益也不是很高啊，还是选择了贴过来救。那这样的话，病患可能得交钩过来。对的，那这样子的话，一个无伤救援，我觉得这一刀可以打佣兵或者勾佣兵。对，打佣兵是最好。然后开门战针对佣兵的没自起的一个情况是，然后病患那边其实也是一勾倒的状态。没错。其实我感觉病患是有机会压到一个起身的，因为病患的状态确实有点不太好。直接给一刀，然后这边没有贴门。刚从鬼屋修完密码机出来。是的，可以把人先往那边牵，然后病患这边要从地下室出来的话很久，而且会有爆点。年景掌握的全局的一个非常准确的信息。那这个时候直接去起点抓龟小丑，龟小丑的话也有个火箭，还有飞轮，看一下这边能不能撑出一点时间。但是排点的点位好像是歪了一些。是的。回头。那边终点门其实已经在点了。对，注意到火箭了，但这个距离拉得非常开。这可以直接选择传送飞轮，但是躲不了刀。而且这把钩子好像还不会先挂人，但没关系啊。而且刚刚那个位置其实他选择传送是对的，因为首先你佣兵那边已经不用担心有人去救人，然后我现在传送落地有机会秒掉你的人之后，我还能有机会2阶攻回去，所以他这波选择传送是非常聪明的。因为这样我把你距离赶开了，你的火箭交了，因为你的位置已经被压得很尴尬了。对对对。这个位置再排回来，先排门，看有没有人。好的，没有人。那这样子的话，往回走，去桥上。他这个排点，这边桥上做的最好的排点了。对，桥上右手的乌鸦应该是会被惊起的，所以说。起耳鸣了。耳鸣已经响起来了。
啊，这里是瞄到了，对，脚印看到，那基本上就没太大说法了。手上还有个飞轮，飞轮躲一刀，那钩子进入 CD。前面的话我有夹子呀，实在不行我把夹子一封就行了。这样子的话，给一刀也是直接拿下一手四抓。哇，这把四抓太流畅了，也是打50%，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数据啊。不过梦幻小迷其实杂货商熟练度我觉得挺高的。只要图大，但是这个图大吧，就是月亮很好，就好在说藤蔓它的一个命中率会偏高一点点，而且它本身能够去处理一些高墙地形，去找一下这个救人位了。不过这把其实你是在一个求生者预设最少跑一个的情况之下，看一下，选择还是冲着桥上的无心去的。没错。毕竟逃脱大师，我觉得他现在比较难受的一个点是在于他前期的一个自保能力，可能相对来说没有一些别的救人位那么强。毕竟只能说有一刀的一个容错嘛。对，一刀容错，外加2个迷烟炉。不过这个点其实身位拉的还是蛮开的，主要是带因为这把带双，带着双弹，其实就是你现在抓谁都不好抓，就我都有自保能力。那迷卢这边的话，还能给你周旋一下，你还不好把握这边的一个进出的位置。对，而且这个点的话，因为它是一些连续的高墙丢了，你看到没？这个时候就就高墙加迷烟炉，迷烟炉人呢？就会有一个比较难受的点。但是好像可以预判一个走位，一个藤蔓还是抓住了。但是第一刀的时间已经是3个半台多。这边再回头，然后前面的话还有个弹射性，然后这边又还有个迷烟炉。其实前面的话，你毕竟带着手失常嘛，没有闪现终结能力，你要抓倒的话，还需要藤蔓再缠住一次。是的，而且这个牵制的话，其实失常用不出来。对的，藤蔓出来，板子骗，但是没有骗到，被缠到了。对，那这样子进行击倒，但密码机已经来到我们那个3台的节奏，甚至说我这边还能把自己换走，再拖一点时间。卡木那边是选择了直接交了一个飞行器。对，但这一局的话就有个问题在于说还在压密码机，但所以说会给到有这个失常的概率，但是脸上。我觉得其实3连的终点站密码机不一定要压呀，因为这把是跑1局，看这边感觉这样反而是给到一些机会了。不过那边救人上面倒是也能无伤。我是觉得3连密码机没必要压呀。是的，但没事吧，就反正无伤救。如果这局是要保平我跑一个的话，我觉得对局上面来说还是能接受的。可能就在于桃花大师这里没有道具了，要去牵制的话也会有点困难。对，而且这种高墙区你开门是能够应对的。没错，又藤蔓过来，但是预判错位置。看一下一个阵，一个碎石，然后压迫要走。哎呦，骗过来了。看一下，这边应该打算不。不过中间桥上的那台是2个人都在抢，对，那就刚好抢完之后再过来。主要是失常的那脚有点亏，就导致这边3连好像是本来是只差可能半台左右。哦呦，这个背包交的非常的秀啊！是的。也扛了一刀，这边的话还能牵制。马基就差前面失常踹的那一脚的马基，真的很可惜。但也可能没想到，这边藤蔓的话没有缠住，然后利用板弹再拉开距离。但到这个角落的话，可能就牵制不太动了。所以想再交一个藤蔓，但是也是咬住了。因为大概是摁错技能了。但如果说单人去抢这个马基的话，可能还会有点吃力，抢不开。一个64的状态，所以说先半状态带走这半场，让另外2个队友过来去修，因为你现在始终就有半场的一个3连了。那不还是回归到刚刚那个问题吗？本来是有机会先去处理掉这个半场3连的，而且月亮河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终点站3连了。就好像没有必要去给这个伏笔。现
先拉开距离，然后赤红这边也是绕过来，可以去补密码机，追的还是比较远的。然后有因为他很想找这个半状态的飞行家。有邮差跟着，其实压力也不是很大。哦，这里的话是被邮差的狗咬了。乱了。本来是安排想新起一台的，结果梦幻小蜜那边选择了深追，所以是让他直接过去补活马的那台。我感觉是故意把人赶到这个半场，因为赶了这么远的话，你再去新修一台会很难。那这边修密码机了，我就直接传送了。是的。 对吧？就反正把人赶到这个半场，让你没那么舒服。前面的话缠住，哎，给刀。对。那这样的话就看一下这波藤蔓非常关键。还是绕回来去换位打断了。哇，现在局势稍微会有点危险啊，因为密码机现在修不够。这边抖了个夹角，但是同样还是要给一刀命中。是的。 而且那边的话，其实红马的密码机能够再修一会儿。挂上的话差不多能到90多。对的，但是你这边已经切过底牌了嘛？但把人挂回来，因为有巨钳，然后可以挂过来，然后同样，他可以去先锋，直接选择亮。那基本上就跑一个是没问题了。对，因为那边已经是有一个起点的飞行家嘛。对的，传送交过嘛，我给你打倒也没关系。 啊，把人先回去，牵过来挂上。这没椅子，要往前再牵一点。那边飞行家点完头都不回走了。我只需要出门就行。把这个跑一个贯彻到底。这个逃跑率的这个啊，还是卡梦，还有了卡梦啊，又哦，那把也走了。对，这不永眠镇的那把也是卡梦走了，所以2把都保住了这个逃跑率。没错。 那这把其实感觉本来不该是个多抓局的，就主要是讲时长，还是让这局稍微的会有一点点没那么好说的一个情况，对吧？但好像说密码机其实已经本身牵制就很够了。而且后面其实他们也是撑了挺久的时间的嘛。对。 这边的话，树叶吸不好，还是要缠住给一刀，那也是没太大说法了。真的是不离不弃，还是想救队友啊，赤红。好像不救队友，这里也没有什么选择了。主要带着巨钳应该是能挂上的这个距离。最终的话也是 GR 求生者成功跑了一个，没错，那也是恭喜 GR 获得了本场比赛胜利啊！救援可能在手椅上的话，想打一个救不下来会有点困难，就看一下选点上怎么样去博弈了。还是要把先知藏起来，即使是带双弹飞轮，对自己很自信的先知，我觉得能不牵制就不牵制。对，反而是机械师可以作为一个阵拉点的空间。 这样子的话，看安乐选在哪边吧。选在了3连，那脸上的话就是先知可以开局直接进行一个快速追击。而先知如果要拉点，必拉到小门，而你进入比赛画面开局的话，就直接奔着狗狗的先知而去了。小夜明是直接一个反拉。 可以看到狗狗这个走位是比较偏向于朝着墓地这台被封住的密码机进行一个牵制的。对，真去小门的话，小夜明就没办法修了。对，但墓地牵制吧，不会干扰密码机的破译。对，前期雷不多，5秒雷架住点位，狗狗能判断出来这个是5秒雷吗？想回头砸，第2连中了，上了一个雷，继续连雷压迫，真的压力很大，其实。 这个点位是会被炸点的。哎，这个2连没连对哎，而且给了一个板弹，身距拉开，窗弹进大房，前期呢拉一个非常远的点位。对的，而且他的1鸟还在，牵制的压力的话是没有移形要跟大的。吧，我觉得得移形跟了。一个空地，考验连雷的时候到了，手上有3颗雷，狗狗走位很灵活啊，2波雷都锁掉了。最终是给一个实体刀，那这样1鸟是不是吸了很多呀？ 有只鸟得防这个张狂开出的1阶啊！
放一个5秒雷封下走位。得小心遥控雷。哎，可以看到有一阵风吹了过来，帮助狗狗进行了一个拉点。过来的，但是狗狗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吃了个雷，倒地了。还有个地下室，应该不会挂地下室，就挂脸上。反正这里是一大片空地，即使救下来也比较难有26空间，还能干扰到人皇。可以看到，因为狗狗它开局是墓地启动的缘故嘛，没有干扰到密码机，所以场上密码机的破译是非常快的。遥控雷没炸到，隐身的大副。大副看一下要不要蹭这个地上的雷，触发失乐园再救援，但这样的话很有可能要进行一个双倒，所以选择隐身身直接秒掏无伤救。哎呦，那这波救援的话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了，既保住了状态，而且成功刷出换血唯一，甚至第2波的时候还可以再来卡一次。拖着时间。但唯一的就是这个先知一鸟一直没交啊。这样的话，你下一波你不一定有机会交的。对，像是你下一马上红圈，就是这个一鸟，如果说是不救的话，鸟一直留在身上会觉得有点亏，但是救的话就会有一个救人风险，就不一定能救下来。是，这里还是由大副卡着。如果要套化险为夷的话，气象跟心焰都没有过来。理智一点的话，这波可以不救，选择卖了保平。对。坐椅子上把这个观众效应去利用一下，哎，但是可以感觉到11这个走位是有点想去救援，然后让先知把这条交出来的，有想法。定时也躲到了，哇，走位很秀，遥控雷、定时雷全躲，解析很极限啊！失乐园触发，扯下来，直接套出一鸟，大副还要卡吗？其实雷是扛不太了的，可能。一会儿2个人都得倒，想进行一波卡位，强风摁住，这个视野，哦，一直在怼他的一个走位。对，最后密码机已经来到了80%，最后一台也在修了，先知还需要撑15秒，这个连雷躲掉，定时也扭掉，强风解擦了，差了1秒钟，想强摸，但是雷炸一个后摇是可以牵起来的。对。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3人开门战嘛。但总体来说还是能看出来 ACT 是压着安乐这里在打。那最后11已经没道具了，一个移形，安乐交这个移形更多就是想稳定保平了。脸上就是地窖，不过说是因为自己是一炸倒的缘故，所以也不太能走。其实我觉得安乐这个移形可以捏一捏吧，就是大副2个怀表也见过了，对吧？就在墓碑这个位置也架住，假如把他抓了，然后再去移形去管门，还说不定有多招命。或许有说法吧。但小门点开，今天爆点，手上没移形，不想了，就稳稳的守下平局吧。可以看到这把大副的救人，2波救援都非常关键。第1波无伤救，确保说第2波我还能再过来卡一次争分。确实嘛，反正自己队友已经保平了。他只要能保证在开门战前减员，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开门战的时候打得好，然后小门地窖的木偶师，对，那这个木偶师大概率就没带这个化险为夷了吧？是的，既然选择了这个比较那进入比赛画面，开局直接朝这边马尾的木偶师方向进行一个追击。现在也都知道，反正拉点对跛脚羊来说没太大作用，他攒愿力嘛，还是打爆发。有点不太想追。那马尾这波就算是能爆点，然后进去破译了。对，想找磊磊，他在预判红毯的分家大概率会携带一手化险为夷。悬停背包其实是能过这个高墙的。哦，直接传过去给到第1道非常快啊。就看第2个牢笼能不能说是这边磊磊反应过来交出飞行器了。窥视者先插一下，磊磊也是。不敢第一时间去钻啊！哦，这个但是我感觉走到脸上了，有点危险。还好玄庭拉了一个身距，但是双钻过来，飞轮好了，飞行器还有5秒钟时间，再来一个8字。飞行器好了，那现在愿力不够，好像平地刀要给啊，敢翻吗？不敢的。万一翻个正身，那等于前面白秀了。哎，是的，不过这一刀平行刀给了也还行，但是下一个牢笼就可以了。拖不出来飞行器的 CT 了。这个牵制时长的话是70秒钟的时间，不过呢，好消息是它的牢笼消耗的愿力很多，这样子的话，救人位的救人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外面2个化险为夷，先让马尾过来掏地波，但是被通缉了，所以可能路易要在路上要被逼一逼。好在说是飞行家6鬼先消耗掉了很多愿力吧。哦，反正拿一刀你拿这种没有围龙的刀，我就不交也行。还多个受伤加速呢。拆龙，椅子面前，哇，直接掏，想打双倒，但是这个愿力的话有点是很够续不上，是的。他如果用愿力来打木偶石，那这个磊磊就26空间无限大了。哦，一个飞行器提前预判你交龙，所以说拉出去了围龙的范围。这波就是想拿一刀开一个2阶之后再过来击倒这边磊磊的飞行家。刚拖出化险为夷时间，想一个抽刀，回使者先插一下。最后击倒。其实磊磊刚刚吃个抽刀也无所谓，对吧？他的状态的话，吃一刀还多个加速，再拖一会儿，终究还是要围龙用来击倒的。这样子再把磊磊把红毯方向的密码机牵过来，不给你马尾去破译。一个后车有用，但是没有过去。那这一局是比较难修到像之前很多队伍卡观众效应的那种效果，就是你好不容易淘汰一个人，外面已经密码机都压好了。这局至少红毯这台是能够压住很多的。进行一个卡血，极限一点出产救，有安心也不怕震慑。救下来以后没道具了，应该就是倒一个角落，有飞轮。这个飞轮，哎，想利用这个牢笼把飞行家给传回去。弹到了下2弹，算了，还是倒角落吧。木偶师跟守墓人状态不太好啊，要考虑补一下吗？ 2名队友的身位可能会比较远，这样补状态的话，得赶紧及时过去一起打才可以。那红毯这台始终是修不了，是由周末在墓碑方向给压力。你敢去外面续我队友节奏，那我就马上抢这台最后一台遗产。对，为队友那边打状态争取一个时间。对的，你要去找木偶师跟守墓人，那不好意思，你很难找到。 但是真人九也是没有说是想在红毯这台梅亚基浪费时间嘛，直接去盯着你小门打状态的2个求生者去了。那这样的话，红毯岂不是让出来了？就看这波击倒节奏快不快。如果说能击倒节奏很快，去到2次上野的话，就还有控场机会。小猪路易，但是还有愿力，这个围龙应该是要被击倒了。 没拆完，压好了呀。这个传是守密码机吗？94没考虑强亮，吃一刀的话，守墓人可以贴过来啊。对，而且这个时候韦伯作用了，直接跑得很快。再一个飞轮废掉了。 但是可以看到守墓人他好像是并没有考虑去一起破译红毯这台密码机，反而说是去跟木偶师打了一个状态。那反而给真真九拖传送了呀。对吧？他就可以慢慢的打，把密码机守住，然后攒愿力。求生者是拖不出什么道具的。是的，反而是让跛脚羊拖愿力以及等下一个传送。对，把周末的魔术棒消耗一下嘛。再逼掉一个魔术棒，反走。这波是不是想来强了？ 给一刀可能会有点困难，94%的密码机还是要修2、3秒的。也不给你修。哎，这个围楼已经多修了。那最后一个魔术棒交出来，那魔术师开门战很脆弱啊。对的，但他能6刀开门战。是的，因为真九这边的愿力有点续不上了嘛，得分个人过去贴门吧。 传送开门战应该是能用出来的。木偶师已经提前去小门贴好门了，攒愿力吧。对于真人九来说，现在攒到100的愿力，再去逼求生者开机也行。直接亮，直接亮，不想让你攒愿力。那回光返照加速，看一下能不能折一个龙，能进板。
这波这个龙要被击倒了。对，小门也是贴了的，而且得直接过去传都能顶挽留。但是这波是必须要直接传的，如果不直接传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去守这个门。幸好地窖不在4号，当然4号的话就不会去传了，是的，对吧？魔术师或许能自愈，但是没有任何道具，也很难去走地窖。还是要起来试一试，万一监管找不到是吧？但是应该刚起来的话，真人9就已经我已经到了。总归要去试一试吧，没传的话总觉得有点遗憾。对的，传过去发现木偶师加有产守墓人，算了。还是周末这个走位比较灵活，多废掉了真人9的一个牢笼，所以说才拖到了小门，队友把这个门开掉。最后一个平局呢，第一回合就是电竞桥站一个带化险为夷的火灾调查员。就其实我觉得起点终点应该不太会变，就是飞行家跟园丁。园丁这个盾主要是太契合于吃一刀然后就坐车了，狼行坐车嘛，是的啊。就唯一能动就感觉就是佣兵跟 solo 园丁了。悬点也是比较常规的，终点的飞行家、起点的园丁和鬼屋的火灾调查员以及短桥的佣兵。直接车上坐好了。他可以先在起点站这边玩一下板区再坐车的。对，得先玩一下，不然的话太倒逼车了。你也得等到队友去帮你点站呀。对的，2板全下，博弈一下，反正有盾他就无所谓，翻就翻来翻去的。哎，是的，给刀之后然后再去坐车。那边佣兵应该是已经把站台给点完了。一个回溯。对，11刚回到自己的修机岗位。那这样子的话，安乐携带的是一手失常，要牵抓吧，华涛去找进鬼屋吗？我觉得可以换，哎，是没有防到这边可能会点车的可能性吗？有点迷茫了。那这样子最好还是换抓吧。去踹着小黑民的密码机，然后抓小黑民。还是选择说是追击能找到3站下车的园丁。这还能找到吗？不是那么好找，因为园丁这边是打了一个反心理，去在吃楼这个方向进行一个躲藏的。以为在绕帐篷后，实则已经到电竞桥了。耳鸣已经消失了，你不是很好找啊。再去找，你找到进入追击的时候已经快3台了。是的，这边看到脚印了，要不要先去短桥踹一下密码机呢？踹一下，那园丁又跑飞了。但是不踹的话，这个击倒时间可能就会拖得更长了。这脚如果不踹，可能就会面临一个踹不出来的局面。先拿一刀。往起点这边进行一个牵制，尽量说是带离队友的密码机。这要是个移形，其实刚刚都用上了。对，这可惜带的是失常啊。想骗。哦。其实击倒时间还是很快的。对的，那这样挂上园丁的话，有没有机会去把短桥那台80%的密码机踹掉呢？那他得留这个回速，他得飞过去踹一脚再回速回来。他现在回速 CD， 如果他硬去踹的话，人就被无伤救了。是的，但是得看求生者能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啊。救不救？还是说椅子上的那个牵制时间很重要？还是决定利用观众效应这个天赋啊？对，队友密码机都卡好了，99的，那就用一下呗。这个失常的作用也没有想象中大。你发现第2台2个角色的第2台都已经是50、60，掏个化险为夷能量。11只要救了这一波人不双倒，然后回去把自己密码机补亮，甚至最后一波是2个人来救都 OK。是的，这把还是有很大的争胜面的。星焰说我不溜了，我就倒到最起点去，最角落，你挂的久一点，甚至他可以把最近的椅子拆一拆，这样的话。还多一个 buff， 是的，但他可能考虑到，如果我拆了之后，他会倒不到角落，挂另一个椅子，也再加上倒不到角落，所以说没有选择拆了。卡个秒盾。唯一的问题就是飞行家跟混的调查员没有第2个化险为夷了，所以说救人以后还得扛到刀。安乐如果打到针对这一把，其实压力没那么大。场上压的密码机是比较多的，因为想利用观众效应的天赋，那这样跑图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对。就好像是2个人来嘛，1.5站还差。这边应该是鬼屋的求生者负责破译鬼屋和这台1.5站的密码机，然后另一侧的求生者进行一个救援。
对，一会儿可能得交背包去补机子。你看，其实小月迷现在没牵制过，已经只剩一个背包了，要用气囊帮忙堵路。肉身扛刀，肉身卡隐喻，得卡断这边安乐的隐喻才可以。秒盾。再回头，这里盾没了，翻过去怎么说这个气囊？那密码机的话是可以压好的，跳下来，肉身帮忙卡。哎呦，而且还把路堵住了，断了隐喻，密码机压好了，4人都携带了回光返照，而且还能分点时间去贴门。对，最恐怖的是鬼板这边还有地窖，你这心眼你还不能不挂，因为这里就是地窖。都点。星夜说鬼板还是一个全新的板区，决定先守门吧。时长在手里，感觉一会儿得想办法切成传送啊，是会好一点。气囊还在，也没办法快速秒掉。还可以进到这边板区进行一个博弈。那等击到火灾花园的时候，园丁其实都已经走到终点门附近了。还有人能帮扛呢。11说：“我来组成扛刀。”而且这边还有一个板区可以进行博弈。狗狗还在拖，再倒个离椅子远的地方，你挂我还是要10秒，你只能传。对的。试一下吗？不是了，先挂。其实你看园丁的位置已经是来到终点门了，是他还能自己续个盾。对的。回想一下。那这样看下来，安乐这把的这个天赋携带其实收益不是那么大哦。问题挺大的。我觉得带不到时长啊，怎么样的长？一星前期的话，不管是消耗火灾调寒员的气囊，还是说是病患的钩索，一星都可以直接跟上。最主要的是这是月亮河，赶车管用。看一下，那这局的话，看佣兵要不要选择考虑点一手站台了？来不及，我觉得大概率不太来得及。如果要来得及的话，空军可能得在进入比赛画面，开局直接朝向磊磊的空军进行一个追击。来，先藏一下自己的位置，越晚被发现，双重惊喜也越晚交。直接选择坐车。哎，马尾在干嘛？这边是因为他的电击鬼屋是没有刷新的，他只能被迫破译2.5的密码机。但他这样不太敢修啊。磊磊的双重惊喜上到了1颗球，一杆枪。这杆枪逼的还是比较快的，要不要考虑一手换追呢？还是说继续选择追击空军？枪都交了，那肯定不能换了，就杀他，因为一会儿也是移形嘛，你最多也就是你翻下去以后吃一刀坐车嘛，那我移形再跟就行了。选择在鬼板区玩一个牵制，再上到1颗惊吓标记，飞轮想顶掉，但是被预判到了。移形过来吗？哦呦，很敢翻啊，直接翻了过去，绕一圈。这个身具好像有机会吗？差一点点，把下一个双重惊喜抹掉了。这样有机会一下子上2个标记。对，哎呦，空中飞人的途中被盖到了这个板子，手速太快了。手速太快也是一种困扰啊。其实晚一点都不会。对，刚好接到了。那还得等下一个双重惊喜。那这波牵制时间可以说是完全合格了，再加上你倒地的位置也不会干扰队友的遗产机，还能再卡一下，再逼个绕场天幕，还能坐椅子，还能卡观众效应。这一把的话，密码机套个化险为夷，说不定真够啊！哎，但是呢，这边通缉给到了狮子的佣兵，考验狮子救人能力的收到了。另外2个队友其实离他也比较远的，只能靠他自己去把空军进行救援了。远远的抽2下，马尾也适当的给点压力，缓解一下狮子的一个救人压力。他的密码机开完了过，他去鬼板修。好在是空军比较能做一点，所以说狮子可以稍微晚一点再来。压力，对。得小心双重惊喜上2个标记，吃了1刀以后救下来，没有给双倒的机会，那只能针对空军了。这观众效应唯一吃的比较多的就还是病患啊，火灾调查员刚刚都在赶路，因为他的密码机破译的会比较快一点。对，下一波谁救呢？
携带，因为携带化险为夷的是空军嘛，但空军在椅子上，所以说可能还没是太必要救了。可能还是火灾调查员进行一个卡人了。对，没太必要救了。火灾调查员如果他来卡的话，他的最后一台密码就很少。现在38的就是这个鬼版的，我觉得他不卡，打一个来回拉扯，他跟佣兵进行一个配合。就现在看真人九去哪，他一走，另一边给压力。对，哎，但是感觉像是弹护腕想过去救，给压力。但是喧嚣双重空中飞人的赶路速度要比你护腕要更快一点。给了一下压力，那至少移情逼掉了，狮子得走吧？感觉他是想卡极限救啊！这个身具一个护腕，说不定真能到椅子面前，要来，但是我觉得走过去不一定能救啊。二接了，哦，还行。扛标记，空中飞人过来，2个标记了，手上还有你也有一个飞轮。飞轮不给你交，火烫一下再绕场谢幕。那这样子空军挂飞之后，还能直接续上佣兵的节奏。哎，然后你会发现鬼板已经快亮了，应该最后一台压机让马尾修亮了以后再救。马尾拼命修，让周末压机。有气囊，移形交过情况下应该也没什么拦截。这把大概率是个平局啊，佣兵也没道具了。对，真人9主要是没移形，他也没办法去突破这个屏上。都有回光返照的，稳稳的吃一刀救下来，密码机压好，等倒地呗。直接开，想继续针对马尾。搁在这边的2战，对他可以一个回身冲过去坐车。真9空中飞人赶上，一直撵着马尾，马尾也没身具啊，骗飞轮。先把飞轮骗出来。啊，起点、终点都在点。是的，那这样挂上去之后，自己的技能应该是刚好可以好的，但是因为你要上3颗惊吓标记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应该大概率拦不住。传过去看着他走，甚至狮子其实还能拖一会儿，算了，不拖了，走吧。那一个平局 ，SAT 是由其实这张地图啊，小说家你虽然说是克制这边的杂货商，但是也不一定说杂货商在进行对小说家进行追击的时候，我就真的可以牵制起来的。地图的版区可能分散型木屋的一个小说家，然后气象是选在一个自己能利用上的地形，它是可以在双11直接飞上小船的，对的，所以说选在双11。真人9也是选在只抽木屋，对，脸上就是小说家。大家先卡一下视角，肯定已经知道来追自己了。封了一下窗户，那不走窗，再兜一圈，其实窗应该就解了。但他也不会在木屋长久的牵制，他知道木屋对于杂货商来说不是什么安全带。对的，他只需要围着板区进行牵制就可以了。哦，先后撤不给你断，然后一个藤蔓咬住，再炸一刀，一刀，拿刀节奏非常快啊！前期一炸一刀以后没有容错了。这个后撤再交藤蔓太细节了，而且你这边的木屋板区是提前拍过了，你还没有一个换砸的机会了。提前换位，这个换位效果倒还是比较好的。看这个藤蔓吧，能躲掉那还行，躲不掉，哦，飞轮赶了一段路，再开一个门，续一个碎石，没操作空间了。对的，过百碎石，那就是吃一个平 A 倒地。就是你砸了，你也被碎石砸倒，对吧？你不砸，那是一个平 A 刀，一刀是稳过版能拿的。通缉给到了磊的气象学家，那大副可以说是提前过来卡人，但是角落这个位置很深入，而且要被拦截。对的，而且这边大副的身位也是有点过于远了。应该是想卡满救嘛，这个身具是不太能卡半的。不支持卡半了，这个血线不太够。已经看到狮子了，先让一让，他想让狮子过去，因为他也很清楚小说家必过半。对。所以想过半逼救，就得先让狮子进来一点，然后再去追击。这边摇出怀表，重金之托能不能堵出来？刀气差一点点。哦哟，这个重金之托刀气加长还是比较恐怖的。有可能救不下呀。哎，没有打到这一刀，狮子是直接掏了下来。
真人9还是预防了一下，说你大副有没有可能后撤？哇，开个门再叫藤蔓，没咬到。这边小何家能不能通过吸输液再来进行一个26呢？碎石封板，追击压力很高，吸出来了，一个换位，但身距始终拉不开，封住百区，飞轮还没出来啊，那么大了，要吃刀了。不过这个24牵制时长也可以说是非常尽力了。而且 GW 这边运营起来很快，马上就把大副的状态补起来了。留了那么多密码机，接下来就到了杂货上面的角色的短板，没办法快速的去吸2手节奏。是的，而且几名求生者拉的身位都是比较远的，离你最近的是这边的大副。就前期节奏即使再好，求生者拉扯，你没办法去快速抓到下波节奏，可能还是要面临一个平局。要追击这边的大副，因为如果是找气象学家的话，气象学家可以通过层云上传，就更难追击了。但藤蔓更多是赶路啊，已经破译加速了，碎石还差一点扎到，再开，连开2门，碎石都躲掉了，吃一刀转回走位很稳，技能还没好，也没办法去切技能换节奏。他主要还是抓都抓了，他得把大副这个怀表逼出来。对的，要不然的话，这波追击可以算是没有什么意义了。最后一台是中场的，比较好守的一台密码机。像这样走路去换，那有爆点不会给机会的。藤蔓看一下咬到，飞轮顶掉，有强风。碎石封下先是吸下地表。强风推开，转到前面的100英方区。哦，这个藤蔓有点难过去啊。中场也在补，木也在修了。那这样2个满状态来回拉扯，你中场是没办法守住的。再加上你木屋电机新开了，很难进行一个控电了。对，直接交出移形。找狮子，就想针对这个狮子，他再逼一个怀表，开门战就没道具了。对的，这边再开个门。不交，想留着开门战使用。对他很清楚，中场机子已经可以修了，我撑再久的话，那其实意义也不大。哦，那真人9回来守密码机，看一下这个藤蔓，没咬到，还是被躲掉了。应该是想先消耗一下求生者这边的自愈，对，把结束缝针给逼出来。对的，如果你不交怀表的话，那至少要给我交个自愈。拉队员是不怕跟你拉扯，他道具是可再生的。磊磊的话可以适当压力给的小一点，他只有一次的技能机会了。对的，这边拉队员已经是去赶到木屋，先摸起大副，再进行一个破译了。对，既然你这么着重的守中场，那么中场的压力我就倾斜到木屋那边去。这样真人9就只能锁住中场密码机去给木屋压力。这个电不太能控得住啊。对啊，那我中场又可以修了呀。再一个激励，想打一个上一节奏了，真人9。对的，那这样中场密码机就可以进行一个破译了，一个回声盖板。80、90，我觉得不用交怀表也能拖到这个开门战了。碎石也躲开了，要小心碎石平 A 压起身啊！他是可以藤蔓咬住，哎呦，被炸到了。不过，但是自己走到了这个荆棘上面。自然选择已经提前铺垫好了，难道是？那这样开门战技能马上好，脸上的拉队员也不能及时撤离，外侧的气象学家还得过来卡一下这边的大副，只能被迫去打团了。再吸个藤蔓，捏着移形片，磊磊应该能偷，看这个藤蔓能不能拐到。哎呦，一个小走位，浑身小走位躲掉了藤蔓。那边磊磊也是成功把大副救了下来。这个回头移形，大副已经扯下来了，还有一个怀表，意义不是很大了。那可以走大门了呀。另外2个人，只要狮子这边能够怀表期间不倒。对，而且这个藤蔓还没有捆住，第3道怀表摇出来，能打出来吗？银杏反走，
那应该就是一个保兵了，因为你这边移星已经交过了，另外2名求生者直接走大门就可以了。赶不过去大门了啊！大夫这里击倒你也得挂。而且其实狮子这波撑得很好，短板博弈上也没给机会啊。包括他的几波走位也是躲掉了唐万。是。那针灸也知道了，没有机会争胜了，不如就是稳稳的把这个狮子卡死在这小门，不给任何的机会。这个碎石，这是扎倒，那这样拿下一个平局。TW 这波其实砸了，入殓师这边有灵柩，桃花大师的话牵制能力倒不是很强，就看能不能抓到桃花大师的机会点吧。对，抓桃花大师很舒服，你被动没用啊！我在加速的过程中，我收刀也快，这里到后摇也快。对，这里面其实抓的并有2个花潜位可套嘛。蜘蛛也是选在了海景房的这个区域，脸上是小木的入殓师以及中场桃花大师。这个悬点倒是抓入桃花大师，先朝着你桃花大师方向去，但是就看安乐这边选不选择进行追击。其实桃花大师这一把的天赋上是做好了前置准备的，而且也拉点了到双11。对的，待会儿安乐就可以看到一个弹射的桃花大师。他可能会觉得没有回光返照，是的，但实则是有的。开始架丝，1层2层，这里能续上3层，有被动局干翻，哇，还好说是有被动。空刀后摇啊，这里要交出迷烟炉了，可能要围着这个迷烟炉进行一个绕点吧。就不着急嘛，我再攒下一波爆发。这个烟雾还是比较难受啊，再加上这个把它架死，也比较等烟长。结束。没有被动的桃花大师，后面就很难牵制了。踩个板，这里直接绕，直接绕，用加速进行一个拿刀。看得到呀。往前面转的话，看能不能跟入殓师看一眼，这样子的话可以规避救人环节。都不用看了，2个人都快爆一块了。哎，而且还可以帮助他下个板，卡一下位。再蹭出板弹，前面还可以再衔接一个窗弹，先跑一下，把窗弹省一下。闪了呀，闪了，哎，骗你翻过来省个闪。对，但是桃花大师还是说我任务完成，3台密码机，再加上对的，而且入殓师也是看过了，第2波救援可以直接用灵柩进行一个救援的。对的，然后也卡，哎，这波是不卡了，直接亮。只需要保平嘛，啊在保平局你去卡关中效应的话，会有一些风险。是的，万一踹一脚，或者说你在赶路的过程中给到吃出机会。这里是让狗狗进行第1波救援，有风险吗？远处一个兔，应该但是被没啥防到了。总得打这个救人娃。对他只要放一个救人奥飞就是稳定救援的。对，还可以把蛛丝蹭一下。哎呦，2口吐都没吐掉。还是一个无伤救援。那这波看啊，灵柩已经给到了这边桃花大师，对，闪现也交过了，没有办法说第一时间跟进这个灵柩的位置，派个有回光返照的修得慢的记者去陪跑就行了，对，去跟着灵柩玩。自己的传送还有一个40多秒，只能说是放在大船是让入殓师陪跑，但入殓师陪跑有个问题啊，就是他没回光返照。其实啊，蜘蛛赶到大船了之后，可能这个密码机就要已经快压好了。确实，他刚刚技能交过，对的，还挪了一下，等挪完再反，还能吗？啊，这个是沟通失误了吧？啊，这个好像是沟通失误了。对，挪完就反不了了。其实可以直接反升到大船的，因为安乐这边的技能没有好。应该是桃子大师说我先挪，然后灵柩没了。不过也还好，他们可以选择把桃花大师进行一个卖掉，打3人残局。OK， 就很可惜吧，这个灵柩也是浪费了。这样多窗面就来了，还真是。入殓师的灵柩废了，还放在那里呢，2楼能看到。给我们长了个新知识点哦，原来是这样。
那这样化身为一个白板的话，就要看2-4节奏安乐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点续上了。我说我怎么听到刚刚台上有一定的小骚动，原来是沟通的问题。那来找狗狗，中场这台是实在修不了。直接过板兔，再拿一刀，哦呦！他现在是可以看能不能2台密码机架一个高速公路，或者说把求生者状态磨一磨。对的，而且他的丝是足够架一个高速公路的。哎呦，这波是多刀被小叶米防到了，博弈到了，机子快亮了，还要再进行一个追击吗？这样子的话，海边密码机是可以进行压好的。过板还被砸，一个砸头，没有选择打空，还没开2阶啊！想去压一个幽灵师的起身吗？现在再去控场的话，可能会来不及了。他其实等的是狗狗贴门，然后就亮了。对的，那这波控场安乐没有赚到任何东西啊，脸上只有一个小夜明的病患，但病患这边还有钩索可以进行一个海边的一个横越的。要是钩索，但是有点小撞墙，不过没有关系，队友那边的门已经是开完了的。先挂人，世界上来得及吗？传送捏在手里倒是有多抓面，对，狗狗提前出来卡人面还走不了，狗狗也出来了。方向很对，就是星焰的方向，但是手上蛛丝不多，星焰应该能先把人救下来。是的，走的是直线，那救下来以后2个人再分道扬镳，你没第2个传送的呀，突不出来的呀。大概率还是一个保平局。但他说实话也确实不敢先去排一排人，排一排人，万一星焰，是打了一个反心理直接冲门了，他也没招。对他得非常精准的去排到卡，就是在小船卡人的记者，快速击倒才有一个争胜面，但是很难。直接点大门，哎，跳下来之后刚好是链是在脸上，也无所谓，大门已经点上了，过不去。传送交过了，那最终可能还是一个平局。现在赶过去守，但是门进度来不及吧？只能目送。门开了，那没有办法了。那最终的话，应该是拿下一个平局。OK， 那也是恭喜 SAP 获得本场比赛胜利。对的，你看台上的选手多开心，还在纠结于那个点，